你明明有个京城首富老爹，却每天陪着女友住毛坯房，准点去抢超市打折剩菜。可当你准备袒露身份求婚时，女友却穿你斥巨资买的婚纱去参加顶流歌手的演唱会，一句嫁给了青春，让你彻底心死。心灰意冷之下，你和女友提出了分手，他却连夜写万字小作文，控诉你是个渣男。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你只是平静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男人声：臭小子，没事不会给我打电话，说吧，这次又怎么了？是女朋友跟你闹分手了吗？你对这个老爹的性格十分了解，要是告诉他实情，必定闹得满城风雨，索性直接开口：老爹，也没啥事，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天吗？我打算回去住几天。行，我到时候喊你表哥去接你。说完这句话，电话那头直接挂断，独留你一人在风中凌乱。表哥那么多，我特么知道是哪个呀？无奈之下，你只好拦下一辆出租车，前往最近的5星级酒店。然而，你刚来到临时国际酒店，就造成了轰动，只因你随手就掏出了一张黑金会员卡，而酒店经理见状，则是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唇齿间生怕发出半点声响。我靠，刚刚查询了一下这张卡的信息，这孩子居然是林氏集团的太子爷。要知道我们这个酒店都是专门为他建造的，甚至他还有一位拥有恐怖关系网的父亲。万一我没伺候好，明天江里是8成要多出一个黑马袋了。于是你马上被安排在了总统套房内，房间里你一脸惬意地举起酒杯，2个衣着女仆装的少女分别承担了捏腿和捏肩的工作。突然，原本满脸惬意享受的你表情一僵，仰起头将口中酒水全部吐在了垃圾桶。负责按摩的2位少女被这一幕直接吓坏。对不起少爷，是我们没有服务好你，求求您不要生气。没事，我只是被呛到了，死不了，别哭哭啼啼的，继续按。对了，这瓶破红酒有点苦，不咋好喝，给我换瓶香槟来。好的，您稍等哈，太子爷。酒店经理连忙转身去取酒，2个女仆继续给你按肩捏腿。感受到肩膀和腿部传来的舒适力道，你满意的点了点头，目光也随之停留在了2位少女身上。好了好了，我现在有点饿，咱们下去吃点饭。太子爷，你要吃什么？吩咐一声就行，我去安排。没那么多破讲究，来，你俩陪我下去吃饭。你拉着2位少女出了门，路途中你给2个女仆分别起了绰号，小粉和小蓝。3人乘坐专梯来到了酒店的自助餐厅，各种食物的鲜香气息扑面而来。少爷，你想吃点什么？我们去给你拿来。随便整点吧，最好不要素菜。2人抱起盘子走向自助区。此时数名保镖突然从电梯里走了出来，这正是酒店经理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专门派遣过来的职业保镖。而酒店经理见你的心情不错，顺势长出了一口气。此时突然一道铃声打破了空气中的安静，酒店经理一脸不爽地掏出手机，在看见备注是当红歌手的经纪人后，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喂，张姐啊，什么？你要在餐厅聚餐？绝对不行！今天有大人物在用餐，万一出了什么事，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什么？已经到了？你是什么东西？还让我亲自接待？酒店经理怒气冲冲地将手机摔在地上。而就在此时，一辆商务车缓缓停靠在了酒店大门口，手举荧光棒的少女们早已恭候多时。很快车门打开，歌手王远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2名少女，微笑着与众人打起了招呼。很快就有眼尖的人注意到了王远身后的2名女生，作为当事人的柳如烟与李雪当然听到了这些声音，他俩内心无比兴奋，但在偶像面前，2人还是低着头，装出一副小女人的姿态。而此时的自助餐厅里，你正细细品尝着和牛肉和香槟，可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叫响起，吓了你一跳。啊，好高级！你饶有兴致地歪过头，不过很快便没了兴致，因为你看见了王远以及他身后的一众狂热粉丝。原来是狂热粉丝啊，那没事了。大家安静一点，不要吵到人家用餐了。好烦呀，有没有包间啊？我们就这样直接吃吗？要不我们先合影吧。众人一顿叽叽喳喳，王远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也想让酒店弄张大桌子或者包间，不过酒店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服务。不是你们酒店，怎么回事啊？连张桌子都弄不来，没看见我们要聚餐吗？不好意思，女士，我们酒店的自助餐厅不支持聚餐。那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分桌坐吗？分桌坐是可以的，不过你们要保持餐厅内的安静，不可大声喧闹。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吵到你们了？很好，你们等着，临时国际酒店是吧？店大欺客，服务态度极差。角落里的你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把丢掉手中的餐具，就打算拉着小蓝小粉离开。真没想到在酒店吃个饭都能碰到柳如烟和李雪，还好我分手分得快，不然看这阵仗，今晚估计还能喜提一顶崭新的帽子。你的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餐厅中显得格外刺耳。远处的柳如烟2人听见后顿时大惊。林凡，哟，挺巧啊，看在咱们冤家路窄的份上，今天晚上的消费哥买单了，你们吃好睡好。此话一出，餐厅里所有人表情都变了，一双双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过柳如烟和李雪，而你则是搂着小粉小蓝，头也不回地朝电梯走去。林凡，真的有这么好心请我们吃饭吗？
李雪一路小跑过去，恐怖的体重使得地面上发出砰砰的响动，甚至连保镖们也亚麻呆住了。林凡，我叫你别走，听见没有？李雪的声音越来越大，距离你越来越近，而保镖们也终于反应了过来。少爷有危险！在你走进电梯后，数名保镖一拥而上，将足足200多斤的李雪制服在地。我警告你别动，再乱动我们就报警了。寻衅滋事也是要蹲局子的。李雪被死死摁在地上，王远看不下去了。即使他也不待见李雪，但是人设摆在这，也不好袖手旁观。你好，能不能先把我的这位粉丝放开，听听他怎么说的？王远毕竟是顶流小鲜肉，保镖们自然也认得。反正你已经安全坐上电梯，于是就松开了李雪。可此刻的柳如烟在再次见到你后，脸上却是一阵的恐慌。你明明有个京城守护老人，却每天陪着女友住毛坯房，准点去抢超市打折剩菜。可当你准备袒露身份求婚时，女友却穿你斥巨资买的婚纱去参加顶流小生的演唱会，一句嫁给了青春，让你特别无语。心灰意冷之下，你决定不装了。我是首富之子，我摊牌了。正当你回归家族酒店享受生活时，不巧的是，顶流歌手王远竟然带着他的粉丝团来到你家的5星级酒店聚餐，其中还包括你的女友柳如烟。顶流小生却被你当场打脸，一怒之下，他当场就怒了一下。聚餐开始后，你的前女友柳如烟坐到了王远的身边。如烟，你和那个林凡认识吗？听李雪说，他好像对你造成了什么财产上的损失。如果真是这样，我可以联系法务帮你起诉他的。柳如烟尴尬一笑，连忙想要抛开和你的关系，然而对面的李雪却突然站起身。如烟，别扭扭捏捏的，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2个渣男？他添油加醋，几乎把你说成了一个屌丝渣男。桌子上的几个女生纷纷出声，替柳如烟打抱不平。这种男的不能惯着他，一定要把他曝光出去，省得以后祸害别的女生。女粉丝穿婚纱参加演唱会，揭穿渣男嘴脸，这可是个好新闻呀！好了，如烟，别怕，你背后有我们在。圆圆好帅啊，好想嫁给他。就在王远筹划着怎么对付你时，他的经纪人王姐发来了短信。看到这，王远的脸色变了。今天太子江酒店来了个大人物，你看要不要带着粉丝们换家酒店聚餐？看经理的意思，那人的背景十分恐怖。我靠，自己怎么开了免打扰？不过我在这闹腾半天了，酒店经理好像也没过来说什么，应该没有打扰到那位大人物吧？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心心念念大人物，此时正在酒楼的总统套房里，享受着专属的待遇。太子爷，您喊我是有什么事吗？7楼今天来的客人好像还是个大明星，你应该知道吧？您说的是王远吗？对，没错。果然，太子爷果然被王远打扰到。完蛋，今晚我要订那一张机票跑路。林少是属下没有做好本职工作，这下打扰到了您。这关你什么事？我的意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既然客人在这么多家酒店中选择了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表现出诚意。今日他们的所有消费都由本上买单，另外给他们先开10瓶香槟送过去，不过里面最好下点科技，类似于什么各种蓝色小药丸的。就这样，发号施令吧。明白你的意思后，经理应了一声，先急，马上给其他管理人员拨打电话安排任务。没多久，他就一脸激动的回话：好了，林少，您吩咐的我已经安排到位。不错，你在这里干属实，有些屈才了，有机会可以去帝都总部试试。谢谢林少爷，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小粉小蓝，今天辛苦你们了。不过看你们年纪，绝比我还小，没上学了吗？怎么跑来做这个？少爷，您误会了，我们只是刚刚考完，开学就读大学了。暑假在酒店当服务员，是为了赚点生活费。对，林少这俩姐妹花原本是做服务员的，听说他俩大学报的护理专业，懂点按摩的门道，就让他俩来了。不错，你俩很有天赋，学护理也不错。谢谢少爷。对了，你俩也辛苦一天了，那2瓶还没开的香槟就奖励给你们吧。谢谢少爷，这是你们应得的。有缘再见了。小蓝小粉，你冲二女挥了挥手，随后在酒店经理的护送下离开了房间，独留2名小女仆在原地久久不能平静。姐姐，完了，我心动了。傻瓜，别犯花痴了。不过我也感觉经理把他说的太恐怖了些，他明明那么温和。如果还有机会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服侍他。而你却对此毫不知情。此时，酒店门口一辆价值700多万的劳斯莱斯驶过，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而你则神情慵懒地靠在后座上，目光时而欣赏窗外风光。很快时间来到9点，你突然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你好，是雾都警察局叔叔吗？我要报警，有人聚众多人，不法行为主谋叫王远，现在应该就在太子江国际酒店9楼总统套房，去晚了可能就结束了。而另一边，酒店7楼自主餐厅，经过几轮推杯换盏，在场不少女生都红透了脸颊，她们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异样。王源也喝了不少，那种浑身燥热的感觉他同样感受到。难不成我今天偷偷下药时给自己的也加上了吗？这时柳如烟突然起身，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只见其眼神迷离，双颊涌上一抹不正常的红晕。渊，我真的好喜欢你，我今天一定要把最美好最完整的自己献给你。好了，大家都有些醉了，该回去休息了。王远看着一众迷离少女，嘴角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与此同时，一辆轿车缓缓停靠在了酒店楼下，几个便衣警察相继下车。第二天凌晨，2条热搜突然空降各大媒体平台，在互联网上掀起滔天巨浪。
警方于昨晚成功破获一起特大案件，主谋疑似当红男星王某。震惊！少女婚纱执行圆梦青春男友竟因此提出分手。然而就在无数吃瓜网友准备看场好戏的时候，一股无形的力量突然出现，将热搜给压了下去。随后不到半个小时，汪某工作室发布公开声明，此事与汪某本人无关，是工作室旗下一名助理滥用私权所为，现已移交官方，等待后续审理。这几波操作的接连出现，所有人都看懵了。而你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此时正在一架航班的头等舱里惬意品尝着咖啡。林少，您要不要吃点什么？牛排吧，7分熟，谢谢。好的，您稍等。乘务长甜美一笑，转身为你去准备牛排。而不远处，2名空姐正小声讨论着眼前这一幕。你说这个林少到底是什么来头？一个人包下整个头等舱不说，乘务长还亲自下场充当起跑腿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说这位可是咱们公司某位大股东的亲儿子林少。姓林？难道是那位？你不要命了？不是什么话都可以随便说的。可是他真的好年轻哎，长得还这么帅，这要是我男朋友，我做梦都能笑出什么。突然一道不太和谐的声音打断了几人的谈话。那个可以麻烦你们讨论的小声一点吗？毕竟这舱内就咱几个人，听得我都怪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林少打扰到你了，我们会注意的。没事，你们站着也怪累的，反正这么多空座位，大家都一起坐会吧。不行的，公司有规定，这些座位是我买的，你们公司的股份我也有，我说让谁坐就让谁坐。明白了，谢谢林少。你明明有个京城首富，却每天陪着女友住毛坯房，准点去抢超市打折剩菜。可当你准备袒露身份求婚时，女友却穿你斥巨资买的婚纱去参加顶流小生的演唱会，一句嫁给了青春，让你特别心死。心灰意冷之下，你决定不装了。我是首富之子，我摊牌了。清晨，你刚从头等舱下车，这时一辆迈巴赫突然从远处急速驶来，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目。卧槽，快看他的牌照，金66666，我眼睛没看错吧？这个车牌的主人随便打个喷嚏，地都估计都要震动一下。就在旅客们感慨万千时，迈巴赫稳稳停在了原地，紧接着车上走下一名寸头青年。表弟，才多久没见，都长这么帅了。表哥，你把堂叔的车这样开出来，还这么高调，不怕他揍你啊？换平常我肯定不敢开出来，但是接你就不一样了，你可是咱老林家的心头肉。好了，都大半年没回京城了，我带你兜兜风去。林豪说完，拉着你直接一头钻进了驾驶室，随着车子发出一声咆哮，很快就消失在旅客的视线中。表弟，听说你暑假债务都打了2个月暑假工，怎么1个月几千万的零花钱都不够花吗？这倒不是，主要是想磨砺一下自己。我当时有病啊，几千万的生活费不够，非要跑去搬砖。不错，不愧是咱老林家未来的继承人。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追女生没错，可不要太执着了，不然到头来吃亏上当的是自己。自己谈女朋友的事明明已经很低调，怎么连表哥都知道？这特么还在监视的。不过一提到我那个离谱的前女友，我昨晚拨打的报警电话，估摸着时间现在也应该出报道了。想到这里，你立马掏出手机，然而下一秒你愣住了。热搜榜上并没有任何关于王远被抓的报道，相反，前5条热搜几乎条条都提到了你的名字。少女婚纱追星惨遭渣男，曝光渣男名为林凡。据追星少女爆料，渣男林凡疑似出轨，脚踏3只船。怎么的，表弟，你被人造谣了吗？对，不仅造谣，还有网暴。那这太好了。表弟，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最近准备了个互联网整改方案，结果一递到公司就给我打回来了。但是现在你被造谣了，以你那身份，只要你说你抑郁了，京城那帮老家伙绝对连夜给我批下来。所以表弟，你也不想看到表哥我25岁了还在原地踏步吧？行吧，表哥，我先试着在网上澄清一下，假如没啥用的话，其实抑郁一把也不是不行。表弟，请收我一拜，以后我管你喊大哥，你管我喊表哥，咱俩各论各的。表哥，大可不必这样。那行，正好我有个兄弟今天回帝都，说是请我吃饭，咱俩一起去，就当哥请你搓一顿。很快，迈巴赫停在了一处小胡同外，2人刚下车，一名年轻女子就热情迎了上来。2位有预约吗？您好。女子一听，顿时眼神一亮，连忙领着你们入座了一间包厢。可此时你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昨晚的事情，于是又给酒店经理打了个电话，询问昨晚王源等人有没有被警方抓到。酒店经理只说了4个字：人赃并获。你又搜索起了有关王源的最新消息，很快辟谣消息引起了你的注意，一切行为全是工作室旗下助理所为，好一个狸猫换太子。表哥，你有没有从事律师行业的朋友？有呀，今天这顿饭做东的那位就是律师行业的佼佼者，等一会儿来了直接找他。行，谢了表哥。你淡淡一笑，眉宇间多了几分轻松。这时包间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一名男人笑呵呵地走去包间，在其身后还跟着一名清冷的女生。林豪见此眼前一亮，白姐，你丫的终于来了。老林，你小子来的还挺早。有稀客呀，落雪也来了。林豪哥好。身后这个女生不是我学校的冰山校花白若雪吗？白若雪很有礼貌地打了声招呼，同时目光有些惊讶地注意到了你，明白对方肯定是认出了自己，索性起身打了声招呼，白校花别来无恙啊。哦，小雪，这位是你同学吗？表弟，你认识人家落雪啊？白若雪闻言低着头，看样子有些腼腆，和平日里的高冷模样判若两人。而你见此也是默契的，没有再开口。刚才林豪管对方喊什么来着？好像是表弟，莫非这个青年也是林家人？老林，这位小兄弟看起来一表人才，你就不介绍下吗？哎，丫看我这记性，差点忘了介绍。好了，表哥，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叫林凡，林豪是我表哥。
话音落下，二人都瞪大了眼睛，没想到你是居然林家的一位少爷。原来小兄弟也是林家少爷，以后落雪一个人在学校，还麻烦林少多照顾照顾。白老哥客气了，你和我表哥是兄弟，叫我林少就显得有些生疏了。况且白校花之前在学校也帮助过我，如果真遇到什么事情，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你淡淡开口，又重新坐回了座位上，得到你的应许，白洁叫得更开心了，同时目光也移向了自己的宝贝妹妹。小雪呀，你不是和林凡兄弟认识吗？你们大学生的时间那么充裕，没事可以约出来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了。哥，人家有女朋友啊。有女朋友啊？没事，你们可以当兄弟啊，就跟我和豪子一样。等下，容我澄清一下，我没有女朋友。白校花之前所知晓的妹妹，现在已经是前女友了，也不对，准确来说是被告。此话一出，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十分精彩，白洁更是脸色一僵。前女友变被告这么狠，虽然林凡也姓林，但自己妹妹的终身幸福可不能马虎。林豪见空气中安静的有些诡异，于是主动开口缓解起了气氛。说真的，落雪和我这个表弟还是有点缘分的。怎么个有缘分法？这个事情你们确定要听吗？林豪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双眼直勾勾地看着白洁。见自己好兄弟露出这种表情，白洁只感觉心中咯噔一下，隐隐感觉有些不妙。好了，表弟你别说话，我再不介绍你两句，老白和落雪估计要把你当成纨绔子弟了。我哪有？白洁一脸哭笑不得。白落雪这时却突然开口为你说起话。其实林凡在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深情，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听到这话，你心中不得不说真有点小感动，这还是头次有女生帮你说话。好了，我也不卖关子了。其实当年我表弟刚出生的时候，你们家老头子就亲自抱着落雪跑上门来订娃娃亲，可惜当时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还没轮到他进门就被我表叔全部劝回去。你说这算不算缘分？什么？那这么说的话，这位林凡小兄弟是？没错，让我隆重介绍一下，眼前的这位我表弟就是传说中那位京城林家与财阀江家的联姻姐弟，是高权力与万亿资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真正意义上的帝都太子爷林凡。你明明是权势滔天的首富之子，却被前女友带头造谣网暴。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一怒之下，你决定不装了，不仅手撕招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此时，你刚和表哥三人告别回到自家别墅，就立马开启了全网直播，无数网友在第一时间涌入直播间，而你只是将摄像头对准房间内的摆设。广大网友在看见装修豪华的房间后，也是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卧槽，这是呢，装修这么豪华，这家伙住这么好的房子，却只给女朋友买8000块钱婚纱，渣男实锤了！你不是要自证吗？隔壁王源也开播了，证人和女主都在，有种你就连线。这房子我没有流一滴汗就住进来了，那婚纱老子打了2个月工才买下来，能一样吗？我的心意还不够吗？你深深吸了一口气，正准备说话，却发现后台提示王远申请语音连线。你皱着眉头点击了同意，下一秒王远出现在了手机画面中。好了，连线接通了，现在我们让当事人上麦吧。大家请放心，我已经联系了法务，一定会为这位小姐姐讨回公道的。他的言语间充斥着一种强大的自信，而下面的弹幕也是十分统一，齐刷刷全是夸赞王远和贬低你的。公道，呵呵，你们还真有脸提公道2字。事情发展到现在，你也失去了耐心。这时，柳如烟和李雪的声音响起：林凡，你凭什么和我提分手？如烟的青春，你拿什么赔？你穿婚纱去追星，我接受不了，你也不听我的意见，所以我选择分手，有问题吗？对了，不要道德绑架我，这是我的权利，就像你瞒着我穿婚纱一样，也是你的权利。听到这话，柳如烟愣了一下，一时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倒是李雪舔着个脸，凑起了热闹。人家如烟是为了青春，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为什么别人的男朋友都能理解，就到你这里不行？那有的人20岁就死了，你怎么还不去死呢？你真没素质！李雪气得怒骂了一句，底下弹幕也像找到了节奏一般跟着刷屏。你并没有理会弹幕，而是继续出声询问柳如烟：“你说我出轨，请问你的证据呢？”空口无凭就造谣。不等柳如烟说话，王远就站了出来，语气犀利：“我就是证据。那天参加我后援会的粉丝们都是证据，我们确实亲眼看见你和2名双胞胎姐妹在酒店中卿卿我我，一起走进电梯。呵呵，这就是证据吗？那我还看见你和一群女粉丝在酒店里卿卿我我，一起上了9楼套房，那我是不是可以怀疑你聚众多人不法行为？”对了，我也有证据，那天酒店里的监控和工作人员们都是证据。此话一出，屏幕对面的王远懵了，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那天酒店的监控是坏的。一想到这，王远的底气就更足了。空说无凭，有本事你把所谓的监控放出来。就是林凡，你不要不知好歹，还诬陷我家远远，小心我告你诽谤。林凡，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后悔的决定。三人的话语就像风向标，立马让那些喷子找到了宣泄口。弹幕上各种辱骂，甚至有人扬言重金悬赏你的住址。呵呵，监控我暂时拿不出来，不过要真是我，倒是可以满足你们。随后，你就将自己这栋别墅的地址直接公布在了直播间，并扬言希望大家都来。直播间的喷子们哪里受过这种委屈？猖狂，太猖狂了！真的下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嘴硬。你这个死渣男别跑，我现在就打车来震慑你。就这样，别的就不和你们说了。欢迎各位前来做客。你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最后拉了波仇恨后，便光速下播。你下播后，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接连拨出去了3个电话。喂，老爹，有人造谣我是渣男，还网暴我，现在还要来我的别墅整死我。
你管不管吧？反正不管，学的也是你老林家的后，到时候看你咋给爷爷和外公交代吧。你语速极快的说完，也不等对方继续开口，就挂断了电话，然后迅速拨通第二个。喂，外公，我被人网暴了，不信你上网随便搜下我名字，现在信了吧？谢谢外公。喂，是林豪表哥吗？还记得咱俩白天说的事吗？计划有变，今天晚上要辛苦你一下，一会儿我给老头发个消息，争取让那帮老家伙明天就给你批下。挂断电话后不过10分钟，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将别墅的四周团团围住。与此同时，王远工作室在微博上发表公开声明，要对你在直播间的不实言论进行法律追责。此声明一出，全网震动，大家都纷纷议论要将渣男绳之以法。可就在舆论节奏一边倒，京城的一处会议室内连夜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10余名内阁议员全在低声讨论着。终于，会议室走进2道身影，走在最前面的人正是龙国现在的2把手，同时也是京城林家现在的家主，你的老爹林海。深夜开会，辛苦各位了。不辛苦，不辛苦，我们再辛苦也比不过您呐，您才是我们的榜样和标杆啊！大家都拿到文件了吧？这次会议内容只有2个，第一是有关网络暴力、造谣等问题，第二是有关于娱乐圈的乱象。林海的这句话就好像定海神针，议员们就算有天大的意见，此时都只能憋在肚子里。得到了林海的支持，林豪终于有勇气地站了起来。各位议员，可能你们并没有遭受过网络暴力，但是今天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的表弟林凡此时正在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网络暴力，而作为他的表哥，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抑郁。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知道他家人的感受吗？知道他父亲和爷爷的感受吗？林豪这说辞落在所有人耳中，如同一阵惊雷，10几名议员齐刷刷地瞪大眼睛。什么鬼？表弟林凡遭受网暴，那特么不是江家的太子爷吗？谁这么不知死活？太可恶了！没想到现在的网络暴力竟如此猖狂。为了这些受害者以及这些受害者的家人，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建议连夜起草方案，整顿网络暴力。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早就该整治整治了。时不待我，不如连夜起草方案，赞同复议。就这么刚，身为首富之子的你前来清放，不仅手撕渣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清晨，一则热搜空降各大媒体头条，彻底引爆了整个龙国互联网。被网暴的你真实身份竟然是京城太子，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你的外公林氏财阀的掌权者林国富。当他得知自己的宝贝外孙正在遭受造谣和网暴后，便第一时间向林氏集团发布命令，对诸多短视频媒体施压。不过这次施压的目的并不是压热搜，而是送热度。毕竟你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息事宁人，除非对方受到法律的审判，不然你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了。很快你就在短视频上回应了王二凡的宣战行为，铁证如山，不死不休。此消息一出，网络上的舆论终于不再是一面倒，已经有不少的网友站在了中立方，等待事件最后的反转。而那些网络上王二凡的死忠粉，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你们这群人不会真以为他有证据吧？要是有证据，他为什么不早点放出来？我永远站在凡凡这边，即便他错了，也是有苦衷的，不会真有人信这个渣男林北了吧？你们到底长没长脑子？然而当天下午，龙国媒体就发布新闻，7月起内阁将会组建督察小组，对国内互联网以及娱乐产业进行突击检查。此新闻一经发布，瞬间引起一片哗然。太巧了，你的身份前脚被曝光，后脚就有内阁要整顿互联网和娱乐圈的信息，这不免让所有人怀疑你身份的真实性。而另一边，魔咒娱乐的总部总经理陆管满脸阴沉，质问起眼前的王二凡。你敢说这2件事是巧合？陆总，我已经再三打听过了，这个林北只是个一穷二白的大学生，就连给女友买礼物的钱都是打暑假工攒下来的，绝对不可能是某位京城大少。毕竟谁会放着堂堂京城大少不要，好来追我这个所谓的流量明星？可是上面突然下令整改，肯定不是无中生有，一定是你得罪了哪个大人物了。查到没有啊？秘书，京城有几个林姓大主？董事长，查是查到了，只不过只查到了1个。哪个？不会是？秘书点了点头，伸手朝着天花板指了指，得到肯定的回答。陆官只感觉脑海中有一记惊雷炸响。可是地都唯一的林家呀，混迹京圈这么多年，谁能不知晓那个恐怖的世家大族？你给老子滚出去！王二凡被这一嗓子吼猛了，不等他反应过来，几名人高马大的保安就从门口走了进来。与此同时，魔斗娱乐总部大楼外，3辆迈巴赫从远处驶停在了路边。看着面前这栋气势恢宏的大楼，林豪不由发出一声感慨：这龙国娱乐的巨头啊，娱乐圈的半壁江山，换做以往，我哪里敢擅自招认，更别说直接跑到这来突击检查。不过有了你的支持，他就等同手握尚方宝剑。林豪也不客套了，直接开门见山的：我们快进去吧。据负责侦查的同志了解，涉案艺人王二凡现在就在这座大楼里面，别一会儿受害人到了，我们还没抓到他，那样就不好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可得把握住，只要引起那位太子爷的注意，平步青云只是时间问题。耶！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不能让受害人流血又流泪。第一小队跟我上楼，其他人通知周围警力支援。今天就算把整栋大楼给我围住，也别给我放一只苍蝇出去。说完，赵局长一马当先，带着警员冲进了大门。这一幕，林豪等一众督察组成员都看傻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栋楼里有恐怖分子。局长带头反恐了。另一边，电梯门打开，王二凡被几名保安合力从地板上扔了下来。
一楼的工作人员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几名打扮艳丽的女子在前台小声交流着，而这些话却一字不落地传入了王二凡的耳中。连王二凡都被赶下来了，估计公司要变天了。是娱乐圈要变天了，你还没听说吗？王源这段时间炒作的时候，好像惹到了某个大人物，公司招惹不起对方，董事长这是准备舍拒包帅了。怎么可能？我可是公司的摇钱树，中国流量巨星，公司怎么可能舍弃我？王远满脸痛苦地站起身，急忙跑到那几名前台男子前，挤出一丝微笑。几位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给我透露一下吗？圆圆啊，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些传闻，所以才乱说的，你别往心里去啊。然而不等王远继续追问，大门外发出一声巨响，王远下意识扭头望去，只见几名身强体壮的保安从门外跑了进来。赵局长呵斥道：所有人双手抱头蹲在原地。所有人都懵了，但在看到对方身上那身警服时，第一时间选择了抱头蹲在地上。这时一队警员快速跑了进来，领头的是一个支队长。你们这些年轻人了，真是缺乏锻炼，跑起来还没我这个奔六的老家伙快。现在去封锁电梯，一层层的往上排场。赵局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转而拿出手机翻出那张属于王远的照片，与大厅中的众人一一比对起来。是，这个赵局长太恐怖了，人家保安刚准备上前询问情况，就一记珍宝弹甩过去，好家伙，跟恐怖分子一样。不远处正蹲在前台旁边的王远，此刻人都麻了，还在嚷嚷着发生什么事了。突然，王远感觉额头好像被什么冰冷的物体抵住，不等他抬头查看，一道声音便在耳旁响起。抬头，王远都要被吓哭了。他只是一个艺人，哪里见过如此阵仗？赵局长拿着手机再三比对之后，他才确认眼前这个长相奶油的男子正是王远。呵，你就是王远吧？小伙子长得娘里娘气的，居然还能犯下这么大的案子，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明晃晃的银手镯就被牢牢铐在了王远手上。他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缉拿归案了。这时，林豪一行人也从大门口浩浩荡荡的走了进来。赵局的效率还真快啊，这么快就把嫌疑人抓获？那是自然，咱京城警方主打的就是效率。两人一唱一和，顿时大厅内的紧张气氛缓解了几分。两人丝毫没有在意旁边的王远。此时，他也终于鼓足勇气问道：警察同志，请问我究竟犯了什么事啊？怎么如此兴师动众的来抓我这个小艺人？你犯的事有点多，现在一时半会也说不完。林北你认识吧？林北，别急，一会你就能和他见面了。林豪说完，脸上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身为首富之子的你前来清算了，不仅要手撕抓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就在这时，那名支队长突然跑了出来。赵菊林副组长，魔斗娱乐的法人陆管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而陆管在看见赵局长的那一瞬间，大脑轰的一下直接懵了。这不是京城警署的赵局长了？他怎么来了？赵局，您这大驾光临，怎么也不给我提前说声了？提前通知你，万一打草惊蛇了，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赵局长，他犯了什么事？方便告知吗？告知倒是方便。王二凡涉嫌造谣诽谤聚众多人不法行为，现正去确凿，特来将其逮捕归案。他妈的，公司花费无数资源把你捧起来，你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好了，陆总，这次跟我一同前来的还有督察组的同志，接下来还希望你好好配合调查呀。内阁各位领导，我想打个电话可以吗？打吧。林豪似乎已经看穿对方所想，直接大放言辞。果不其然，在陆管拿出手机拨通某个号码后，对面几乎是同一时间响起了已关机的提示音。慌乱之下，他干了件更加愚蠢的事情，那就是找林豪借手机。这下轮到赵局长和林豪懵逼了。不是哥们，你是组织派遣的物理了，你这是要往死里整理的保护伞吗？但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林豪还是大方的把手机借了出去。很快电话接通，里面传来一道沙哑的男声。为哪位听到熟悉的声音，陆管差点激动的扑出来。李听，是我是小陆啊。下一秒，电话对面沉默了，能清晰听到听筒里传来的沉重呼吸声。过了半晌，可能是对方缓过来了，沙哑的声音再次透过电话传出：现在是什么情况？默默看了眼面前的林豪和赵局，陆管回答了4个字：BBQ 啊。对面沉默半晌后回复：算了，赵立春在你那边吧。把电话给他赵局吗？陆管口中重复道。电话那边留下一个 N 字后便不再出声，而站在一旁的赵局长在听到对方口中的名字后，表情一僵。哟呵，赵局长，看来人家指名道姓要找你。林豪一脸意味深长。赵立春接过电话，第一时间开启了录音。我知道你小赵。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赵立春脸色大变。见到赵立春情绪如此激动，林豪不由得投来疑惑目光。怎么了？赵局是哪位大人物啊？看到这一幕，陆管高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看来自己每年那几个亿没有白花呀。这时，赵立春应该是得到了对方的指令，将手机里的免提打开了。那道沙哑的男声也第一次传入到了林豪的耳朵。小林，这次的事要不就算了，回去我找你爹说说，看看能不能在警署给你谋个职位如何？林豪在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不是心动，而是猖狂，太猖狂了。他是万万没想到，对方居然敢当着督察组这么多人的面公开收买自己。可能是考虑到林豪的顾忌，电话里还不忘补充了一句：你放心，你表弟那里我会亲自带着人登门赔罪，不要有太大心理压力。年轻人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可千万不要一根筋啊。电话里的声音虽然不大，却清晰传入了在场所有人的耳中。林豪站在原地思量了许久，最后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李青树，在下不能答应您的要求。此次我受表弟林北所托，内阁上下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督察组，如果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恐怕我也无颜回去面对他们。年轻人心高
气盛，我可以理解，但你毕竟不是林家嫡系。我的意思是，能多一个朋友，何必多一个敌人呢？已经沙哑的声音中渐渐有了一丝威胁的味道。就在这时，一道张狂的声音在大门处响起：“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当我们林家的敌人？”众人被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不是因为声音大小，而是因为其中的内容。林豪听到声音，满脸惊讶地扭过头。表弟，旁边的赵立春听到这个称呼，身躯猛地一抖，急忙转过身看去，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林家太子爷吗？在众人的簇拥下，面色阴沉的走到了赵立春身前。刹那间，整个一楼大厅落针可闻。而对于赵立春来说，这绝对是他为官多年来最为紧张刺激的时刻。眼前这位可是林家这一代唯一的嫡系，全是滔天富可敌国的京城太子，碾死自己这个局长，对于对方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想到这里，冷汗渐渐浸湿了他的衣角。不行，必须和李青贴亲关系。就在他刚刚下定好某种决心的时候，一开口啊，京城警署问：“李宏伟对吧？”听到这句话后，电话对面的男人沉默了一声，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明显讨好的声音：“林少是我，这件事是我的问题，我给您道歉。林大人不计小人过魔斗娱乐，您随便处置，我觉得不会再插嘴一个字。您看这样可以吗？”我怎么敢计较堂堂李青的过错呢？我们林家怎么敢和你当敌人的是吧？此话一出，电话对面的声音明显一颤。如果不是没有亲眼所见，众人都以为这位所谓的李青快哭出声了。林少，这是一个误会，我是老糊涂了才在这胡言乱语。您给我个机会，我今天下午约了医院脑科，明天一早我定上门给您赔罪行吧。好好去看看脑子，钱不够可以找我给你报销，另外赔罪就不用了，毕竟你都老年痴呆了，省得别人说我欺负老东西。对了，啥时候自觉点，把位置腾出来留给可以胜任的年轻人，别逼我干你。好的，林少，我明白。电话对面的声音明显失落。挂断电话后，你抬头环视了一圈四周，还有谁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大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除了以林豪为代表的督察组以外，所有人都下意识低下了头，随后走到了王远面前。此时对方目光呆滞，宛如死狗一般瘫倒在地上。这不是大明星吗？怎么变得如此落魄？要不要我帮你号召粉丝网倒下京城警方啊？听到声音，王二凡的目光渐渐恢复了些许神采。等看清面前男人的脸红，他的表情一僵，浑身开始止不住的颤抖。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少都是柳如烟和李雪的错，和我没关系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你在互联网上桀骜不驯的样子。来人，给我把他脸上的腻子扇干净。保镖团队在得到命令后一拥而上，将王远死死按在地上，开始轮流赏析。大腿巴子吃，犀利的惨叫声与巴掌声交织在一起，仿若地狱交响乐回荡在大厅中央。陆管脸色惨白的闭上双眼，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而赵立春默默地看着这一页，不敢说，也不敢问，只能咽咽口水，直到王远已经被打得不省人事，你这才挥手叫停。清算了，清算了。身为首富之子的你前来清算了，不仅要守私渣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将王二凡抓捕归案后，你将目光投向远处的一栋别墅，那里是王二凡的私人别墅兼后宫，柳如烟跟李雪就住在其中。为了确认两人此时是否在别墅里，你点进了柳如烟的直播间，此时他们正在极力澄清网上关于你身份的爆料。家人们谁懂啊？我闺蜜和林北谈了这么久的恋爱，她是什么家境，我们能不知道吗？连买条婚纱都要打工攒钱的人，怎么可能是京城大少呢？他不就是林家大少吗？再厉害，能有我家凡凡一半厉害吗？看到这里，你默默收回了手机，嘴角勾起一丝嘲笑。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实在是愚蠢。林老弟，那我们现在干嘛？抓人！别墅中，李雪正在直播，柳如烟见状，立马凑到了镜头前。然而下方的一条弹幕却吸引了他的注意：魔斗娱乐的总部大楼被查封了。你们知道不？作为王二凡的铁粉，柳如烟肯定知道魔斗娱乐，那可是龙国娱乐巨头，王二凡背靠的大资本。至于被查封，他肯定不相信。我家凡凡早上才去的总部大楼，就算被查封了，我也应该得到消息才是。你这个人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说完，柳如烟立马让房管把那位网友踢出了直播间。王二凡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接着又在屏幕面前继续抹黑你。姐妹们，就因为我穿着婚纱参加凡凡的演唱会，林北就要分手，你们说我想穿什么参加演唱会，是不是我的自由？需要跟他商量吗？说完这句话，柳如烟将目光重新放在了弹幕上。不出所料，弹幕里面全是齐刷刷的咒骂之语。就在这时，大门被敲响，门外更是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开门！屋里的人快开门！一个不好的念头出现在了二人心中，林北不会是要报复他们？柳如烟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李雪，李雪注意到了桌子上正在直播的手机。家人们，我们这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如果发生什么危急情况，姐妹们一定要及时报警救我们。随后，李雪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此时，水友们都打起了12分精神，其中就包括蹲守在直播间的白落雪。林伟不会真的带人去报复他吧？白落雪一双美目紧紧盯着直播画面，在得知你真实身份后，白落雪也出奇地成为了吃瓜群众。很快，大门终于被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面容俊朗的青年。直播间
不少观众在看见你的容貌后都是眼睛一亮，纷纷发起弹幕。这是林北吗？看起来好帅啊！果然渣男长得都帅，也怪不得这么多小姑娘被骗。但换做我不一样，我那不是被骗，我是心甘情愿。你要搞清楚，面前这位可是网传的京城太子，如果对方的身份属实，那你连被骗的机会都没有。李雪其实也想跟着喊上几句，但碍于眼前还有事情处理，他这才作罢。林北，你来这里干什么？面对对方的质问，你刚想说话，谁知李雪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快报警！林北要入室行凶。你和身旁的众人都懵了，这次你带来的可是金牌律师团队和司法工作人员，他想碰瓷，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不是李雪想仙女吗？咋还住上王二凡的私人别墅？你家哥哥还挺重口啊！你个屌丝渣男，还敢说老娘？看看你长得什么样，跟我家哥哥比，连皮鞋都不配，还好意思说我？大家都看看，这就是恶臭渣男林北，这家伙嘴这么臭，万一口水有腐蚀性咋办？离我再远点！本公主的高贵气质，岂容你这种人亵渎？林北，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说我们来干什么？来请你吃饭吗？被告人，你好，柳如烟、李雪小姐，你们二人现涉嫌诽谤、造谣等多项罪名，并对我的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生活困扰。我的委托人林北已于今日正式向你们发起诉讼，这个是司法部门的传票。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人一定是请来的演员，这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对不对？究竟是不是我自导自演？我说了不算。很快，后排一名身穿职业制服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并将自己的证件展示给了二人。京城最高司法检察官10号，这是我的证件，两位若是不信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柳如烟和李雪一愣，目光也随之停留在了证件上，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碎。柳如烟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身体瘫倒在地上。此行只是通知你的，后面2天你们是好了，咱们开庭见。你看着二人灰白的脸色，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楚。突然，柳如烟带着哭腔说道：“林北，你怎么如此绝情？这是脸都不要了。”如烟何出此言呢？这熟悉的语气好像分手之前一样。那时候的他就是这样轻声细语。看来事情还有转机。话说你都被别人完成破解，怎么还好意思说我绝情呢？绝情的应该是你家哥哥王二凡吧？都这个时候还不出来为你撑腰？你等着，等我家凡凡回来，一定会给我找最好的律师。你还不知道呢，王二凡是不可能给你找律师了。为什么？因为你家凡凡现在忙着在警局核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无凭无据，小心老娘告你诽谤！想干嘛？要报警吗？这下柳如烟彻底慌了神，目光四处张望，终于发现不远处掉落在地的那部直播手机。林北，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归于好，以后我都听你的。好啊，那你先把那2枚戒指还给我，再把为什么污蔑我，以及你与王二凡等人在酒店多人运动的事情讲清楚，放你一马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你监视我！柳如烟突然意识到自己中了你的套路，立马破口改口道：“你胡说，我没有，我和凡凡是清白的，我要告你造谣污蔑我。”这位被告人，请保持冷静，我的当事人已提前联系警方发起刑事诉讼，如果你们有何异议，可以在审理结果下来后再次上诉。假的，都是假的，我要见凡凡，凡凡一定会有办法让我见他，行吗？行，满足你。来，把这位刘小姐带走，让她和王二凡一起踩同认亲。几位保镖上前。清算的清算了，身为首富之子的你前来清算了，不仅要手撕渣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此时你刚抵达京城，警局局长王宇就一脸谄媚的出来迎接。李少，王二凡就在里面，你稍等啊。不一会儿，审讯室里传来王二凡那杀猪般的哀嚎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柳如烟和李雪几乎是同时打了个冷战，这股寒意瞬间涌上头顶。你回头看了一眼，在看见二人眼中的恐惧之色后，才满意的扭回头。看来这俩家伙还知道怕呀。很快，一个面部臃肿的男子被2名警员带了出来。看到来人，李雪和柳如烟当即瞪大了眼睛。虽然王二凡被打得像个猪头一样，但并不影响二人认出他的身份。你也不急，抱起胳膊环视他们一眼，就开始闭目养神。周围人很默契的比上嘴，一时间整个审讯室都安静了下来。无形的压力落在了柳如烟与李雪头上，并且在无限放大。终于在过了2分段左右，李雪在也顶不住心理压力，扑通一声，膝盖结结实实的撞击在地上。林少，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你放过我好不好？求求你，别让我坐牢，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你到底是在求饶，还是在恶心我？还什么都可以给我？老子什么时候说要了？长这样能不能别出来恶心人？见此，吓得一旁的柳如烟脸色都白了，李雪更是双眼空洞，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自己难道真的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那些男生不就是因为害羞才不敢和我表白？为什么到林北这里自己如此不受感念？还没等他思考完这些疑问，几名警员就走到了他面前，一人一条胳膊，硬生生给他架到了铁栏里面。王二凡透过眼皮之间的缝隙，看到李雪被送了进来，浑身不由得一颤，紧接着开始疯疯癫癫的怪喊，这动静自然吸引了你的注意，这就疯了。一旁的王宇吓得连忙凑过来解释道。
林少就不是我们整疯的，带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刚才醒来之后就是这样了。见对方这副担惊受怕的模样，咧嘴一笑，没关系，只是觉得疯了有些太便宜他了。到时候把他送医院检查一下，要是真疯的话，我不希望再见到他。王宇心领神会，没问题，林少保证给您做的漂漂亮亮的。这一幕被柳如烟清清楚楚的看在眼外，差点把他魂都吓死了。林北现在怎么这么狠毒？以前的他明明不是这样。回想起曾经你那温和的小以及无微不至的关心，真的很难与眼前这个冷血的林少联系起来。不过他眼下最过于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小命。想到这，柳如烟鼓起开口道：林北，也许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你，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错了。这段时间在网上的那些造谣诽谤行为，我确实参与其中了，也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说完，柳如烟深深低下了她那高傲的头颅，已将这一切尽收眼底。沉默片刻后，才吐出一个字：好。既然柳如烟接受了现实，你也懒得继续和对方浪费口舌，剩下的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活。检察长这时走了出来，对着柳如烟正色道：既然传票被撕了，那我就口头提醒你一下，请你于后天早上8点前参与开庭审理，届时请提前准备好辩护律师。柳如烟闻言，原本化着淡妆的小脸上早已花白一片。我知道了，可是我还要上学，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至于怎么办，那是你的事。说完，你便带着众人离开了审讯室。很快，审讯室就只剩下柳如烟3人以及一名负责看守的警员德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惹谁不好，偏偏惹人家林嫂。听到这话，柳如烟彻底坐不住。现在的她被你肆意玩弄在手掌之间，却连你的半点底气都不知道。大哥，你可以给我说说林北到底是什么身份了，又或者说他有什么背景，这样我也好找律师。您放心，假如我们能平安无事，一定会好好感谢您的。对呀，大哥，我们假如赢了官司，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看来你们不是京城本地人啊，感谢啥的就不用了，毕竟你们根本不可能赢。在龙国，你可能不认识林家，但绝对不会不认识林氏集团。这是一座横跨制药、教育、酒店、娱乐、房地产等众多领域的商业帝国。你生病了，要用林氏的药出去玩，要住林氏的酒店上学，林氏更有专门开办的贵族学校。可以这么说，龙国公民平日的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林氏的影子。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恐怖的财阀集团，居然还屈居林家之下。其他太详细的我不清楚，不过我敢肯定的是，林家现在的家主应该就是内阁的那位二把手。听到这话，柳如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显然林家以及你的力量远比他想象中更加恐怖。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敢呢？我知道的这些还只是偌大林家的冰山一角，你们居然还想着跟人家斗，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在听到这话，柳如烟好似被抽干了浑身力气，身体一软。说完，德华快步走出了审讯室，房间内只剩下了柳如烟、李雪、王二凡3人，空气再次陷入死寂。柳如烟突然抬头，狠狠地看了眼王二凡，如果不是眼前这个男人，自己就不会落到这般地步，更不会和你分手。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是被他给断送了。王凡下意识抬起头，恰好对上了柳如烟怨毒的目光，几乎是一瞬间，他就被吓尿了。看王二凡哭得稀里哗啦，柳如烟顿时有种一拳头打到棉花上的感觉。但他又无可奈何，只好将目光看向了李雪。谁知李雪此时也爆发了：你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和林北在一起？明明有男朋友，还去想着别的男人，就是因为当初你对爱情不忠，所以现在咱俩才会落到这般地步。自己放荡就算了，为什么要拖累我呀？胡说！当初我和林北在一起的时候，明明是你整日挑他毛病，觉得他这不好那不好。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耳边吹风，我怎么可能会穿着婚纱去演唱会？不是看你长得丑，可以烘托出我的美，你觉得我会和你这种人交朋友？而你呢，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丑，还整天呲个大牙。李雪气得满脸涨红，手哆哆嗦嗦地指着柳如烟，半天都没有挤出来一句完整的话。随后，柳如烟转身走出了审讯室。清算的清算了，身为首富之子的你前来清算了，不仅要守私家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而另一边，你刚坐上劳斯莱斯还没3分钟，前排负责驾驶的福伯突然出声：对了，少爷，明天就是家主的生日，你不回去看看吗？好，福伯回家给我爹风风光光的大办一场。少爷，您说风风光光干什么？肯定是办喜啊！你满脸莫名，不知道对方为什么都一把神经，还能问出如此奇怪的问题。谁知福伯在听到这话后反应更大：万事不得样，少爷，家主可是再三强调过，一切从简。如果您回去给他四处宣扬，恐怕免不了一顿胖揍啊！你嘴角一抽，心里顿时为难了起来。这年头怎么连尽孝都这么难了？就在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福伯提出了一条建议：少爷，你带一个女朋友回去给家主看，其实比什么礼物来的都要实在。论最好还能抱着孙子回去，那样更好不过了。这话一出，瞬间把你的 CPU 给烧了。此时的你很想大喊一句：大爷，我哪里还有女朋友？前女友马上就要进去踩缝纫机了，我去哪里给你变个孙子出来啊？车内气
气氛逐渐安静，福伯也没有继续再提生日这件事，你看着窗外风景，脑海中继续思考着送什么礼物。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自从网暴事件发生之后，你就换了个新号，而这个号压根还没怎么加人，所以你很好奇究竟是谁这个时候给你发消息。打开手机后，你问了一下，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这好像是白校花的微信。林北，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我闺蜜约我出去吃饭，我哥不放心，想让你陪我们一起吃饭，不放心让自己陪同。这一刻，你感觉白洁的算盘珠子都快蹦到自己脸上了，这可是帝都位居安好的一批，好吧，实在不放心也可以不去吃啊。想到这里，正准备打字敷衍几句了事，可消息还没发出去，白落雪又发消息过来了。对了，我哥说明天是叔叔生日，所以让我准备点礼物，但是我又不知道叔叔喜欢什么，要不你帮我出主意。看到这里，顿时亚麻呆住，白洁咋知道自己老爹生日？莫非是表哥说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表哥和白洁这是在撮合自己与白落雪啊，感情之事岂能儿戏，强扭的瓜不甜。虽然他解可憨憨，想到这里，脑海中就不由浮现出了一双白皙的玉腿，以及白落雪那清冷绝美的脸蛋。去掉李雪和柳如烟这俩要踩缝纫机的家伙，白大校花好像是你唯一认识的女生了。反正她也要送礼物，要不手机让她跟自己打下配合。你在心中权衡一番，还是决定把原本编辑好的内容删掉，然后重新打字的。没问题，正好我也有个小忙，需要和白校花商量商量。发完这条消息，你只感觉浑身一震，仿佛已经联想到晚上白若雪那震惊的表情了。我保护你吃饭回家，你当一天我对象，这没毛病吧？这时手机又震动了一下，你打开手机一看，果然是白若雪的回复问文。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就可以，那肯定力所能及啊。该说不说，这妹子还挺单纯。好骗，敲定了主意，你急忙招呼了一声：福伯，回家换衣服，晚上我要陪人出去吃饭。好嘞，少爷。白若雪给你发完今晚的地点时间后，就来到衣柜前开始挑选衣服，一件件各种款式的露裙被整体版放在床上，这些都是她的珍藏。不过因为性格的问题，她很少穿露裙出门。白若雪看着面前眼花缭乱的裙子，陷入了纠结，要不问问林婉。这个想法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不行不行，我和他只有几面之缘，万一人家还以为我在暗示他什么，那不是更尴尬？此时他的心里充满了复杂和纠结。而另一边，你与福伯共同来到了地下车库。少爷，今天晚上准备开哪辆车？福伯跟在一旁笑呵呵地询问道。偌大的地下车库，占地约有4000平，光车位就有足足100多个，里面的豪车种类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很多车子就连不自己都记不住名字，毕竟每年生日都要收几台，有这时间记名字，不如背俩单词。福伯，就这台吧。一番精挑细选之后，你在一辆保时捷918前停下了脚落。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辆车是自己18岁时全款买下的第一辆车，真是可惜了，你的零花钱居然一直摆在车库吃灰。好，少爷，我去给您开出来。福伯，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开车去就行，不然那驾照都快放生锈了。福伯短暂思考了一下，最后还是没做阻拦。年轻人嘛，单手开豪车也是才艺之一，他懂。不过少爷你要记得开慢点，这些豪车虽然看起来漂亮，其实一个个的都不结实来，到时候车坏了就坏了，可不能把少爷你人给伤着。然而不等福伯唠叨，你已经上车，一脚油门飞了出去。看着车灯在卷起的晨雾中愈发模糊，福伯的心逐渐不安了起来。不一会儿，一辆迈巴赫也跟着驶出了车库。郊区道路车流量小，一脚油门没多久就进入了市区后方的一辆迈巴赫内。福伯一边控制着方向盘，一边擦着额头渗出的冷汗。饶是一把年纪的他，见过无数大风大浪，但面对这辆保时捷918的速度时，还是没忍住爆了一句粗口。少爷，这车是装了火箭发动机吗？怎么这么快？另一边，白落雪已经接到了自己的好闺蜜秦梦瑶刚落座，秦梦瑶就眨着可爱的杏眼凑上前。落雪，咱们这是等谁啊？白落雪显得有些支支吾吾，在没有得到许可前，她可不敢把你身份随便报出来。在得知对方在等一个男生后，秦梦瑶显得很震惊，紧接着是委屈啊。男生完了，小雪，你变了，你不再属于我一个人了。瑶瑶，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我哥怕咱俩女孩子晚上在外面不安全，特地让他来陪我。白落雪急忙解释，生怕对方误会了真的。秦梦瑶一愣，千真万确。白落雪拍着胸脯保证宝，看着对方那团柔软，秦梦瑶小嘴一翘，原来是个宝宝啊，那就好。不过若雪，我给你说个好消息，咱俩马上就是校友了。白若雪起初还没反应过来，但是转念一想，对方是今年的高考生，你也考上魔都大学了？对啊，快夸我。秦梦瑶一脸的骄傲，魔都大学可是龙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与京大、华大齐名，对方考上魔都大学，白落雪自然也是开心万分。对了，今天晚上来的那个男生可是你学长啊？他不是保镖吗？俩人你一嘴我一句的聊着，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紧接着一辆炫酷的超跑进入了所有人的视线。你明明是权势滔天的首富之子，
却被前女友带头造谣网暴。一怒之下，你决定不装了。此时你刚与白若雪集合。晚上好啊，白校花，这位是谁啊？她是我的闺蜜秦梦瑶。小哥哥，你有女朋友吗？要不我包养你，你来当我的小白领如何？我有钱，我是小富婆，你那辆保时捷我可以再给你买3辆。闻言，你顿时呆愣在原地，多冒昧啊！白若雪羞红了脸，急忙朝你投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这闺蜜才高考完，精神压力大，爱胡言乱语，你别放心上。没事，可以理解。当年我高考完，压力也大，经常胡言乱语，说自己没考好。见你没有放在心上，白若雪这才松了一口气，看了眼自己这个花痴闺蜜，她还是好心提醒了一句：瑶瑶，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告诉叔叔阿姨。此话一出，秦梦瑶立马安静了下来。见状，你忍不住轻笑一声：白大校花，你俩还真是性格互一物降一物啊！说完，白若雪的脸色更红，梦瑶却依旧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模样。很快，几人就到了附近的千达广场。秦梦瑶满脸神秘的走在最前面。我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西餐厅，据说还是商业女王林丽旗下的产业，咱们这次有口福了。你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不由得询问出声：你说的是哪个林丽？当然是财阀林家的长公主，林氏集团的现总裁林丽啊！我小时候还被林阿姨抱过，她还说我长得漂亮，想让我当她儿媳妇呢。秦梦瑶脸上写满了炫耀，殊不知一旁的你早已石化在了原地。如果你猜的不错，这个林丽应该是自己老妈，而且自己老妈居然还是眼前这小丫头的偶像。看你一整个人愣在了。秦梦瑶狡黠一笑，趁我现在没有谈过恋爱，你还有机会了，不然晚了我可能就要当林阿姨的儿媳妇。白若雪捂住小嘴，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林北，你是不是很震惊？好了，你们别这么夸张，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到了就是前面这家餐厅。与此同时，一座古色古香的宫殿也进入了众人的视线。哇，好漂亮！白若雪忍不住感叹了一声。见气氛都到这里了，你也跟着夸了两句。就在这时，一道极其不和谐的声音响起：臭崽子，你长到老子到了！你皱眉回头，只见一个长相贼眉鼠眼，就差把猥琐2字写在脸上的男人，正指着自己骂骂咧咧。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吃不起就滚远点，耽误了老子的时间，你赔得起吗？白若雪和秦梦瑶都被那流氓气势给吓了，下意识往你身旁靠靠。见状，男人的表情一变。这还有2个美女啊！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魔豆娱乐的副总王鹏，也是一名很专业的星探。2位的气质和容貌简直就是巨星的，不如咱们加个微信回去详细了解一下。你放心，我们公司的实力可是华语雪豹。闭嘴！终于你听不下去了，主动出声打断了对方。王腾以为自己没听清，下意识出声询问：你小子刚才管我喊什么？说你真他妈聒噪！声音响起，白若雪和秦梦瑶都懵了。王腾此时有一种极其不真实的感觉，自己居然被人这么嚣张的大吼。要说对方意气用事，但自己明明都自曝身份了呀，他是怎么敢的？一股前所未有的屈辱涌上大脑，王腾几乎是下意识挥拳想把场子打回去。你脸上露出戏谑之色，身形一扭，便灵活地躲过了对方这一拳，随后2手就是一个大逼斗，直冲王腾面门而去。这次的声响比之前要更加响亮，就连餐厅里不少正在用餐的食客都听到了动静。王腾被这一巴掌扇得有些晕头转向，一个不稳，直接跌坐在了地上。你先是一脚踩上了对方的胸膛，还魔豆娱乐副主，我还以为哪冒出来的硬茬呢，搞了半天是个小瘪三。你小子等着我，迟早找人弄死你！哪怕是被踩在脚下，王腾的嘴依旧。你听到这话，你当时就没忍住笑话，弄死我！你们陆总都不敢说这个话。对了，可能你还不知道陆管惹了我之后的后果。不过说到这里，冷冷一笑，眼神中瞬间迸发出一道摄人的寒光。同日死，倒是可以听到你这毫不掩饰的威胁。周围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太旷了，这话是能直接说的吗？一旁的白若雪和秦梦瑶下意识对视一眼，都看见了对方眼中的震惊。这家伙一直这么猛的吗？躺在地上的王腾此刻内心十分复杂，打是打不过的，听背景看对方这样子，好像也完全不虚。况且自己这个副总也没几天当头，要不是今早凑巧还在外地出差，恐怕自己现在已经在景区喝茶了。要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怪那个叫林北的。忽然一个极其荒谬的想法出现在了王腾脑海里，眼前这个人不会就是那传说中的林北吧？发什么呆傻呢？你看见王腾那呆滞的表情，还以为他被吓傻了。等下，尼玛，那有屁可发！你满脸不耐烦。白若雪和秦梦瑶被吓坏了，一时竟有些分不清到底谁才是那个恶人。我说，大哥！王腾果断选择了求饶，早这样多好节省彼此时间。你将目光看向身后的白若雪2人，你俩先去点餐吧，随便点，想吃啥就点啥。今天王总请客买单。说完，你又用脚踢了下地上的王腾，示意对方说话。对，我请客，大家吃好喝好，不要客气。王腾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脸附和道。秦梦瑶笑盈盈的点了个头，那就先谢过林北学长和王佐。说完，拉着白若雪转身就走。目送2女走进餐厅后，你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了下来。而王腾也听见了秦梦瑶喊你，当即他就绝望了。麻蛋，真是撞上了。王总，看来我和你们魔咒娱乐的缘分着实不浅。
看似一句打趣的话，在你嘴中说出来却寒冷无比。从分手网大王二凡宣战，到如今吃个饭莫名被挑衅，自己的脑袋又不是面团捏的，就算是只苍蝇天天在面前飞，也在反了。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所有压力给到王腾身上。林少，这次是个意外，我只是心情不好，所以误打误撞，不好意思啊。我可不管你心情好。清算了，清算了。身为首富之子的你前来清算了，不仅要手私渣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第二天，你刚从床上坐起身，就收到王二凡死亡的消息啊！怎么死的？应该是被李雪强制行为的途中猝死了。卧槽，这得多饥渴呀！王二凡都被打得不像人样，他怎么下得去？电话挂断后，你决定先把这条炸裂的消息发出去再说，自己已经迫不及待看这帮狂热粉互撕了。很快，你就在短视频平台更新了一条信息，很抱歉的告诉各位，王二凡，也就是你们的哥哥，于昨夜在警局惨遭李雪毒手。没错，就是你们的好姐妹李雪。据说现场惨不忍睹，然而和预想中的不一样，几乎看不见辱骂的评论，清一色的都是吃瓜群众。不对啊，平日里一有王二凡的消息，这些死忠粉冲的比谁都快，怎么今天一个个都销声匿迹了？你将手机关上，伸了个懒腰，打开电视，正巧在播放一则新闻消息：净网行动得到突破性进展，以近日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婚纱追星案为例，行动组已联络各地警方对涉案网暴者约3600人进行了刑事传唤。怪不得今天评论区都没咋看见狂热粉的身影，原来是进去踩缝纫机了呀！王二凡在狱中被害，凶手竟是自己的粉丝。魔豆娱乐恶意煽动舆论，扰乱社会治安，公司所有高层已被依法逮捕。魔豆娱乐被林氏集团收购并改名为林氏时代。明眼的网友已经嗅出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这一切看似是意外巧合，其实背地里肯定隐藏着一张无形的大手在推动整个事件。就在这时，你接到了一通白姐打来的电话：林老弟，明天就要开庭了，别搞忘了。放心，我等这一刻很久了，忘不了。我已经申请了直播庭审特许，明天开庭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全网直播。听到可以直播，你脸上闪过一抹喜悦。虽然一切早已尘埃落定，但你想要的是一个令人扬眉吐气、血脉沸腾的完美结局。这一次终于要画上句号。柳如烟、李雪，不知道你们现在后悔没？透过窗户，你好像看见了李雪在狱中狼狈凄惨的模样，看见柳如烟为了开庭而到处奔走的劳累情景。但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不过现在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当天夜里，你在个人主页置顶了一条8字信息，瞬间引来无数人的围观。明天庭审全网首播，网友们纷纷眼前一亮，吃瓜的机会来了。而这条消息也被一夜之间转发了上万次，热度直冲低。第二天清晨，你换上一身崭新的西装，在福伯的陪同下走出了房间。门外上百名西装保镖整齐排列，道路尽头站着一位平易近人的老者，正是你的外公林国富。外公，您怎么来了？这不听说我家小林受委屈了吗？老头子，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你站场子的，看看到底是谁敢欺负我林国富的后人。闻言，你的鼻子一酸，心中说不出的感动。这时，一支气势恢宏的军方车队从远处驶来，10余名荷抢实弹的士兵迅速下车，拉起警戒，一道身影从中间那辆军车上快步走了下来。老子才多久没回来，我大侄子就被人欺负成这样，一会儿那什么法庭，要是不还我大侄子一个公道，就特么直接拿坦克给他轰了走了。二叔，你咋也回来了？来，上车，叔带你去拿什么法庭。你大伯他们估计已经在那边等候多时了。走，都上车，去京城最高法庭。而此时，端庄气派的法庭大厅外站满了慕名而来的吃瓜群众，更有不少媒体扛着摄像机对现场进行实时直播。路边由赵立春亲自带着20余名警员进行警戒巡逻，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国总统到访。这时，一辆警车驶来，停靠在了那几辆奥迪车后。赵丽急忙上前呵斥道：“特么的，你们没长眼睛吗？前面那几辆是什么车？看不见吗？”局长，我们是押送李雪来庭审现场啊！押送个屁啊！给老子把车挪远点再押送，不然一会儿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一个都跑不掉。警员头次见到自家局长露出如此焦急的神情，很快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连忙指挥身旁的驾驶员挪车。等车挪远后，赵立春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同时害怕地看了一眼身后的车队。他不敢确认里面坐了多少位病人，只知道这些车里面随便单拎出来一个，都能够轻松让自己这个市警局局长卷铺盖滚开。这他妈停放的哪是车呀？明明是我的身家性命和前途未来啊！距离开庭还有半个小时，嘈杂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惊呼：“快看！”众人闻声望去，马路中央出现了3辆急速行驶的橄榄色军车。网上那些观看各大媒体直播的吃瓜群众瞬间就沸腾了，这得什么样的背景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换古代高低的是个皇亲国戚吧？同时，浩浩荡荡的超跑车队紧跟其后，各大媒体的直播间更是直接炸开了锅。如此高调的出行方式，上头都没人管了。不过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上头的人也在现场。就在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投放在超跑车队身上的时候，停靠在路边的那几辆公务车突然打开了车门，10余名气势不凡的中年男子从车上走了下来。而距离最近的赵立春在看见众人面孔的那一刻，差点没吓得把眼珠子给瞪出来。卧槽！京城侍卫，老天爷，
警署部长都来了，这他妈的怎么还有内阁议员？等下那个是江南省省长，这么多大人物同时到场，要是出现点什么意外情况，自己这警厅局长绝对就爆头了。想到这，赵立春慌忙取出腰间的对讲机，联系另一头的小李。你现在立刻马上回警局，把所有能调集的警员全部给我调来，另外联系一下旁边几个辖区的分局，让他们给我抽调人手过来。记住，一定要速度。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你缓缓从军车上走了下来，表情如同万年不变的冰山，冷漠又平静。你的真实容貌也终于出现在各大媒体平台，直播间里的弹幕更是在这一刻彻底沸腾。卧槽，这么帅，开什么国际玩笑？柳如烟是眼睛瞎了吗？这么帅的顶级大嫂都不珍惜，跑去追什么流量明星？下了车，你第一反应就是看向不远处的那群中年人，其中有你知道的大国堂主，也有几个从未谋面的大官小官。很显然，这些人今天都是来给自己撑场的。你向众人微微示意，随后便走向了面前的法庭大门。你明明是首富之子，却被小混混当街找茬。可就在此时，你家的管家来了。少爷，怎么处理？是移交警局，还是说直接送他去和陆管团聚？随便。你冷漠地留下一句话，便准备转身进餐厅。这时，一道充满惊讶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林少，听到声音，你疑惑地回过头，结果发现原来是老熟人江城太子江酒店的经理。酒店经理在看见你的正脸后，急忙上前握手问好。你不是在山城太子江当经理吗？咋跑京城来了？提到这是酒店经理，立马来了精神。董事长在得知我给您保存了全部监控资料后，大力赞扬了我一番，于是就派我来和魔斗娱乐的副总谈收购事宜。哎，这地上躺着的怎么那么像王腾？实不相瞒，这家伙确实是王腾。酒店经理傻眼了，地上这位如同死狗般的家伙是魔斗娱乐的副总，落魄的还挺快啊！你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光速换上一副温和的笑容，对着王腾轻声说道：“既然是谈生意，早说嘛，早说你要把魔斗娱乐无偿送给我们，哪里还用遭这些罪，对吧？王总江湖从来不是打打杀杀，讲的是一个人情世故，来给人给我们的朋友王总包扎一下，看看都不小心吧，都摔骨折了。”说完，你就把酒店的门童招呼了过来，也不管对方同不同意，直接让人将王腾架进了餐厅包间。酒店经理虽然不清楚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但自家少爷的尿性他还是知道的，毕竟上一次你展露出这般神态，还是下药，反正准备好事。很快，你带着一抹微笑走进包间，接着大手一挥，吩咐道：“把本店所有的菜品都上一遍。”是，林少。秦梦瑶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置信。林北，这里的菜很贵的，全上一遍，少说要几十万一顿饭而已，不至于这么奢侈吧？不算很贵吧，毕竟是自家产业。平时你也经常会来这里吃饭嘛，这还不贵吗？本富婆哪怕身价上千万，也不敢随便一顿饭吃掉几十万了。身价千万，你不是说可以买3辆我那车吗？对呀。保时捷才100多万，买3辆完全没压力，好吧？谁说我那辆100万了？难道是1000万？秦梦瑶表情有些惊讶，这是她完全没想过。你嘴角一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如果直接说自己那辆是价值2000万的保时捷918，会不会给对方造成心理创伤？不一会儿，就陆陆续续有服务员端着菜品来到包间，直到最后一道菜被端上巨大的旋转餐桌，你才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不远处满脸惨白的王总。王总理是客人，你先动筷，别客气。今天本少做东厂开吃。此话一出，餐桌上的众人纷纷将注意力放在了王腾身上。王腾看了一眼自己被缠成木乃伊的右手，表情有些麻木。片刻后，他才苦涩开口：“林少，我错了。看我这记性，把王总手摔伤的事都给忘了。服务员，来给王总体验一下。”是林少。一旁的服务员得到命令，迅速行动，手脚麻利的夹起一块牛肉就往王腾嘴里塞。林少，真不用，我不吃牛肉。王腾都快哭了，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他能不知道吗？今天这里的一颗米自己都不能吃。终于，在王腾的推脱之下，那块牛肉还是掉在了地上。见状，你脸色一变，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王腾被这气势吓了一跳，连忙改口道：“我吃，我得了，林少。”您别生气，这下你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一些。服务员也重新加了块肉味到了王腾嘴中，王腾口中含糊不清，老脸上写满了谄媚。你懒得搭理对方，吃好喝好，该谈正事了。这时你冲酒店经理出了一个眼神，对方是聪明人，立马就反应过来，一摞纸质合同突兀的出现在了餐桌上。还在享受喂饭服务的王鹏随之一愣，你浅浅一笑，钱退了正在夹菜的服务员。王总，你看这饭也吃了，咱是不是该聊聊正事？说完，你把桌面上的合同往前一推，魔斗娱乐股权收购合同书。王腾眉头一跳，脸色逐渐恍然，原来是要和自己谈收购啊！吓他一雷，本来自己这次来这就是要和林氏集团谈收购计划，现在直接和对方的太子爷谈也不错。想到这，王腾的老脸上当即绽放出一抹笑容。收购确实要谈，就是不知道林少怎么开个什么价位呢？话音落下，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在了你身上，就连秦梦瑶都放下了筷子，想要看一看这位林少是怎么谈生意的。而你只是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并未作答。看似思考良久之后，他缓缓伸出了一根手指。1个亿，林少，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的底面，如果不是出了这档子事，市值最起码要上100亿呢。不等对方说完，你便出声打断：不，我的意思是一条命。王腾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嘴唇蠕动2下，半天都没有说出话。见状，你起身离开了座位，走到王腾耳边，扶手低语了一句：你不会以为我刚才在外面说的话是开玩笑吧？宛如恶魔般的声音回荡在耳边。王腾这时才猛然想起，先前在外面的时候，自己好像隐隐约约听见你说过什么，送自己去和陆管团聚。那时候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弄了半天来，真的恐惧、震惊、愤怒3种情绪在心底蔓延开来。王腾只感觉眼前一黑，险些昏死过去。不过凑巧你上前扶住了他。王总，先别晕了，在你没有签字按手印前，我可不敢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没准一睡过去就是一辈子。说完，你的眼中绽放出一抹金光，原属于林家大少的气势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惶恐表情一致，眼睛中的神采渐渐被恐惧所替代。这一刻，他真的怕能当众说出这样的话，就证明对方真的可以要了自己小命。林少，我错了，我愿意无偿将魔斗娱乐转让给贵公司，只求林少高抬贵手，留我一命。反应过来的王腾连忙从座椅上站起，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你满意的看了对方一眼，随后示意酒店经理处理完剩下残局。记住，从来不是我要对你们魔斗娱乐怎么样，是你们3番5次的挑战我的底线，还落得如今下场。以冰冷的声音回荡在包间中，王腾吓得连连点头。林少说的对，都是我们的错。处理完这些，你将目光看向几经吓傻的白落雪2人。这一顿饭吃的不怎么愉快，走，我带你们逛街去，就当补偿。清算的清算了，身为首富之子的你前来清算，不仅要手撕渣女柳如烟，还要将其背后的资本一网打尽。此时的你昂首挺胸，目光坚定，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自信沉稳的气质。饶是法庭上的审判长在看到这一幕后，都忍不住投来几分惊讶的目光。反观被告席柳如烟，则是双眼布满血丝，一脸憔悴的和李雪坐在那里。他没有找到愿意接手此案的律师，甚至一提起你的名字，那些平日里严肃庄重的律师都会原地破防，大骂他是疯子、小丑和害人精，委屈化作泪水从眼角滑落。柳如烟看着原告席上那位万众瞩目的昔日男友，心中不禁后悔万千。假如当初自己不参加那场演唱会，不穿婚纱去见王二凡，亦或者是及时听劝，照顾好你的情绪，那现在的自己应该就是那无数人羡慕的林家少妇。想到这里，他忍不住轻声抽泣了起来。一旁的李雪听到声音，目光呆滞的抬起头，周围几名法警在注意到这个动作后，神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毕竟李雪现在可是杀人犯了，谁也不能保证他不会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林凡，我们知错了，原谅我们好不好？我再也不吹耳旁风了。说到这里，雪突然开始崩溃大哭，满脸都是狰狞之色，而你只是表情冷漠的坐在位子上，嘴角微微一勾。原谅，让花生米来原谅你。律师白洁开始宣读诉状，在诉状宣读完毕，审判长将目光看向了被告席上的柳如烟2人。被告请宣读答辩状。被告席上的柳如烟脸色一僵，自己连律师都没请到，哪里来的答辩状？况且自己昨天光跑个大律师事务所就跑了整整1天，也没时间写啊。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实话实说。话音落下，李雪脸色一变，你昨天一整天在干什么？律师没请到就算了，就连答辩状都没写。柳如烟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在听到这充满尖酸的质问声后，顿时涌上心头。你个杀人犯，有什么资格说我？我最起码还忙前忙后跑了1天，你呢，都被关在警局了，还不老实，居然还把王二凡那个……搜警，既然被告方没有准备答辩状，下面进入举证阶段。白洁将当初你与柳如烟提分手时的聊天记录、演唱会后排监控，还有近日来柳如烟与李雪在网络上的直播回放的言论全部列举了出来。白洁每将一件证据递交给法警，柳烟和李雪的脸色都会更加苍白一番。他们没有想到对方的准备居然这么充足，充足到他们连狡辩都没有机会。审判长，我方还有新的材料需要补充。突然，白洁冷不丁的来一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请继续。得到许可，白洁不慌不忙地从物证袋中取出了一枚 U 盘，这枚 U 盘是江城市太子江国际酒店的监控录像。等下，求求你，林凡，不要再这样了，我真的错了，原谅我一次好不好？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以前全都是我的问题，是对不起，但是我现在已经深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求求你大人，有大量，留我一条生路吧。他现在真的害怕白洁再拿出什么惊天物证，自己诽谤和侵害他人财产这2项罪名没得跑。如果再来几条，估计只能下半辈子或者下辈子再说。审判长，我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调解，还请法官维持好平静，而不是坐以发呆。你眯着眼，语气有些不善，这句话可谓说得毫不客气。如果你这个审判长连个被告人都不如，连法庭纪律都维持不好，你还审判你吗？审判长听到这话，脸色突然涨得通红，不仅仅是因为这2个被告人3番5次的挑衅自己威严，还因为你居然会当着无数网友的面警告自己，完全不给自己台阶下。他好歹也是京城最高院的院长，
仕途这么多年，受这种委屈，他还是头一次砰的一声。审判长刚准备发飙，余光就发现好几双阴沉的目光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刚鼓足的勇气在这一瞬间彻底猥亵了。算了，退一步，太公平。请你2人在法庭上多次违反纪律，如若再犯，本院将有权对你们进行相关处罚。你们听明白了吗？见此，李雪和柳如烟2人也不敢继续开口，一个个垂头应声明白。这下审判长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了些。原告方请继续。这里面保存了19号傍晚太子乡国际酒店9楼总统套房以及餐厅的监控视频。话音落下，柳如烟和李雪的脸色瞬间变为苍白，表情极其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酒店监控不是坏了吗？白洁注意到2人的面部表情，脸上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们认罪，不要播放出来，求求你们。那接下来请为告方支证。柳如烟脸色一垮，这都铁证如山了，她还怎么质疑？更别提论证。她现在只想求的你原谅，争取宽大处理。突然，一旁的李雪开口：“我质疑，请为告方阐述看法。”我觉得原告方的证据都是伪造的，我要求原告方证明自己证据的真实性。可李雪的声音刚刚落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你没忍住，第一个笑出了声。审判长看了看旁听席，有些欲言又止。被告人，请注意你的措辞，质疑和论证不是光靠一张嘴就说了算，这里是法庭，一切靠证据说话。李雪脸色大变，凭什么要证据？我说话可从来没用过证据，这不公平，我拒绝发言。现在休庭，由合议庭成员进行评议阶段。很快休庭结束，审判长拿出了判决书，中气十足地宣布道：京城市最高法庭就婚纱追星一案李雪狱中杀人案的审理到此结束，经合议庭成员评议，判决如下：被告人李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被告人柳如烟数罪并罚，判处17年8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随着审判长的宣判告一段落，这时一直拒绝发言的李雪突然开始崩溃大哭，声音尖锐嘶哑：“我不服，我要求重判，这不公平，你们不能这样判决。”李雪的突然崩溃，同时也击垮了柳如烟心中最后的防线。虽然这判决相比于李雪要轻很多，不会直接失去生命，但一想起自己即将面对整整17年的牢狱生活，他就感觉人生彻底失去了光明。我也不服审判长，我要上诉。本庭为公平、公正、公开审理，一切流程与量刑标准皆符合龙国相关法律规定。本院有权在此驳回你2人的上诉请求，并宣布立即执行。随着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一切到此就算尘埃落定。你明明是京城豪门的唯一继承人，却被副校长当成没背景的穷学生，不仅利用职权对你进行打压，还要求你给外国留学生道歉。然而你只是一脸平静的与其对视，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刘波顿时被唬住，但碍于面子，还是硬着头皮开口：地上躺着的是我校留学生阿克，刚才我听他说，你的这些保镖对他造成了人身伤害，这家伙不会又是魔都的哪位公子哥吧？相比于这些留学生，肯定是自己的小命重要啊！毕竟这些大少爷有仇是真报啊！我的保镖确实打了，而且我也打了，怎么？刘校长是有意见吗？这尼玛果然是林少啊！不仅直接承认，还专门补充一句自己也打了，这是生怕对方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对了，我也是魔都大学的学生，你要不要把我的毕业证扣一下，或者来个处分啥？同学，看样子你还蛮有理的。既然你让我难做，就别怪我让你也难做。难做，那就别做了呗。反正你这副校长的位置，有人排队等着做。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响起几道毫不掩饰的嗤笑声，就连一旁的简青田都忍不住捂嘴轻笑起来。林少嘴好毒啊，他是要气死校长吗？学生最基本的就是要尊敬师长，不要以为自己家里有点钱就可以任性忘我。你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只会给你的家族拖后腿的。我告诉你，这次阿克同学要是有什么3长2短，你和你的家族一个都跑不掉。刘波一脸盛气凌人的模样，看得周围学生恨得牙痒痒。这种不问前因后果直接判罪的人真该死。同样简青田脸上也闪过一脸失望，没想到堂堂副校长居然会是这种小人，真后悔来魔都大学啊！现在还拖累了林北。想到这，他挤出人群，语气坚决地说道：刘校长，这件事是因我而起，与其他同学无关，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自愿退学。刘波接过通知书，虽然懵逼，但还是下意识看了一眼阿克。等下，我想单独和这位学妹聊一聊，她可能对我还存在什么误会。然后这个叫什么林少的，我希望校方能严肃处理。没问题，阿克同学的格局之大，就连我这个校长都感到佩服。这位女同学，你快去和阿克解除误会吧，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刘波一边说，一边朝着简青田递去眼神，示意对方好好把握机会。简青田闻言，果断摇头拒绝。不，贵校的作为令我恶心，我高攀不起。刘波眼睛一瞪，正准备威胁，却被你用手压了下去。你小子干什么？想对本校长动武吗？不，我不打你，但我会让别人打你。动手！明白，少爷。一双苍老有劲的大手直接骑上刘波面，来不及反应，一道狼狈的身影就倒飞了出去。你怎么敢打副校长？不对，
你是林少，我想起来了，你是林北，就是前段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位林家大少。卧槽，是林家大少，现在阿克8成是废了，自己大概率也跑不掉。完了完了，你们这些校领导也真有意思。我在魔都大学读了1年书，不少学生都听说过我的事情，没想到到头来，你们这些口中天天关注学生百态的领导却不知道。林少，其实我心里也是有苦衷的呀。有苦衷啊？那你还是留给警方讲的。来人，把这几位领导和他们的外国爹一起拖到车上，送到魔都警局去。几位人高马大的保镖连忙上前，把早已吓尿的阿克和一众校领导拖进车里。你正准备离开，目光注意到了身旁的简青。现在没人敢拦着你入学了，进去吧。好的，谢谢。简青田道完谢后，低着头转身跑向了校门。你并没有多做停留，而是来到一栋崭新的宿舍楼面前。这里有你在大学中唯一的死党兼室友陈泽。这1年，你们建立了堪比父子般的深厚友谊。而且据你所知，陈泽家境贫寒，平时吃喝穿用十分节俭。虽然你在学校时酷爱扮猪吃虎，但平时还是会以各种理由接济对方。哎，反正现在身份也曝光了，依然也要拉兄弟一把。这家伙用的是老年机，应该看不了新闻吧？要不自曝一波身份，看看我儿子那惊讶的表情。而此时，隔着一道门的宿舍里，陈泽正躺在舒适的按摩椅上。老林这家伙怎么还没来？不会曝光身份了之后就特么不住宿舍了吧？李管家，魔都大学附近有没有咱家的别墅小区？有的话记得给我留一趟，我打算出去住。电话挂断。这时门口响起一道门锁打开的声音。你刚刚走进宿舍，整个人都懵了。宿舍被精装修了一番，陈泽一脸坏笑。林少，2月不见，如隔3秋啊！你小子居然知道身份？你在网上弄出那么大动静，我很难不知道啊！看看兄弟属下专门找设计师装修出来的宿舍如何？你小子该不会是得啥不治之症吧？怎么突然想着贷款装修宿舍？不会是懒得买棺材，准备直接在我面前风风光光的走吧？行吧，既然你话都说这份上，那我也摊牌了。本来打算以一个穷弟弟的身份来跟你相处，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摊牌。不装了，其实我也是富2代，我爹是魔都首富。这么逆天的事让我碰见，你小子确定没有骗我？确定不是因为得了绝症，想一了百了了？对了，老林，你之前舔柳如烟不是挺得劲吗？现在怎么突然忍心给他送去踩缝纫机了？不心疼吗？其实做舔狗也是因为我在掩饰自己富2代的身份。莫非你也酷爱扮猪吃虎？原本我还想着曝光身份后拉你这群哥们一把，结果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原来你早就上岸了。以后咱俩强强联手，魔都都能横着走。不过我现在还有件事要处理一下。什么事？没准哥们也帮得上忙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今天突然发现咱们学校的管理可能有点问题。那些留学生平日里太猖狂，而且校领导也过于纵容和偏袒。另一边，魔都大学篮球社社长张伟正翘着2郎腿，静静听着下面小弟的汇报。张社，咱们学校好像来了个挺帅的家伙。今天在校门口，我亲眼看见他让手下保镖做了一个留学生，而且连带着副校长等一众小领导都被警方带走调查了。好啊，可是张少，那个林北把你风头都抢光了，你难道不？小弟，老子怎么说你越看越眼熟呢？原来你是小说里的无脑小弟啊！我有病是不是？我这么闲的无聊，谁装逼我干谁！我警告你们，谁要是敢闲的无聊跑去挑衅人家，可别怪我下手不留情。说完，张伟掏出电话，给自己的市委老爹打过去一个电话。老爹，我检举魔都大学的领导层可能有叛徒，对我建议一定要严查。老爹，放心吧，你的政绩有儿子我给你守护。啪嗒一声，电话挂断。张伟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小弟，懂不懂什么叫格局？懂不懂什么叫一致对外？算了，你还是滚蛋吧，以后别跟别人说你是我小弟，我丢不起那人。你明明是京城豪门的唯一继承人，却被副校长当成没背景的穷学生，不仅利用职权对你进行打压，还要求你给外国留学生道歉。然而你只是一脸平静的与其对视，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刘波顿时被唬住，但碍于面子，还是硬着头皮开口。地上躺着的是我校留学生阿克，刚才我听他说，你的这些保镖对他造成了人身伤害，这家伙不会又是魔都的哪位公子哥吧？相比于这些留学生，肯定是自己的小命重要啊！毕竟这些大少爷有仇是真报啊！我的保镖确实打了，而且我也打了。怎么，刘校长是有意见吗？这尼玛果然是林少啊！不仅直接承认，还专门补充一句自己也打了，这是生怕对方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对了，我也是魔都大学的学生，你要不要把我的毕业证扣一下，或者来个处分啥？同学，看样子你还蛮有理的。既然你让我难做，就别怪我让你也难做。难做，那就别做了呗。反正你这副校长的位置，有人排队等着做。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响起几道毫不掩饰的嗤笑声，就连一旁的简青田都忍不住捂嘴轻笑起来。林少嘴好毒啊，他是要气死校长吗？学生最基本的就是要尊敬师长，不要以为自己家里有点钱就可以任性忘我，你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只会给你的家族拖后腿的。我告诉你，这次阿克同学要是有什么3长2短，你和你的家族一个都跑不掉。刘波一脸盛气凌人的模样，看得周围学生恨得牙痒痒。这种不问前因后果直接判罪的人真该死。同样，简青田脸上也闪过一脸失望。没想到堂堂副校长居然会是这种小人，真后悔来魔都大学啊！现在还拖累了林北。想到这，他挤出人群，语气坚决地说道：“刘校长，这件事是因我而起。
与其他同学无关。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自愿退学。刘波接过通知书，虽然懵逼，但还是下意识看了一眼阿可。等下，我想单独和这位学妹聊一聊，她可能对我还存在什么误会。然后这个叫什么林少的，我希望校方能严肃处理。没问题，阿克同学的格局之大，就连我这个校长都感到佩服。这位女同学，你快去和阿克解除误会吧，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刘波一边说，一边朝着简青田递去眼神，示意对方好好把握机会。简青田闻言，果断摇头拒绝。不，贵校的作为令我恶心，我高攀不起。刘波眼睛一瞪，正准备威胁，却被你用手压了下去。你小子干什么？想对本校长动武吗？不，我不打你，但我会让别人打你，不动手。明白，少爷。一双苍老有劲的大手直接袭上刘波面部，来不及反应，一道狼狈的身影就倒飞了出去。你怎么敢打副校长？不对，你是林少，我想起来了，你是林北，就是前段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位林家大少。卧槽，是林家大少，现在阿克8成是废了，自己大概率也跑不掉。完了完了，你们这些校领导也真有意思。我在魔都大学读了1年书，不少学生都听说过我的事情，没想到到头来，你们这些口中天天关注学生百态的领导是不知道。林少，其实我心里也是有苦衷的呀。有苦衷啊？那你还是留给警方讲吧。来人，把这几位领导和他们的外国爹一起拖到车上，送到魔都警局去。几位人高马大的保镖领命上前，把早已吓尿的阿克和一众校领导拖进车里。你正准备离开，目光注意到了身旁的简青田。现在没人敢拦着你入学了，进去吧。好的，谢谢。简青田道完谢后，低着头转身跑向了校门。你并没有多做停留，而是来到一栋崭新的宿舍楼面前。这里有你在大学中唯一的死党兼室友陈泽。这1年，你们建立了堪比父子般的深厚友谊。而且据你所知，陈泽家境贫寒，平时吃喝穿用十分节俭。虽然你在学校时酷爱扮猪吃虎，但平时还是会以各种理由接济对方。哎，反正现在身份也曝光了，依然也要拉兄弟一把。这家伙用的是冷年级，应该看不了新闻吧？要不自曝一波身份，看看我儿子那惊讶的表情。而此时，隔着一道门的宿舍中，陈泽正躺在舒适的按摩椅上。老林这家伙怎么还没来？不会曝光身份了之后就特么不住宿舍了吧？李管家，魔都大学附近有没有咱家的别墅小区？有的话记得给我留一趟，我打算出去住。电话挂断。这时门口响起一道门锁打开的声音。你刚刚走进宿舍，整个人都懵了。宿舍被精装修了一番。陈泽一脸坏笑。林少，2月不见，如隔3秋啊！你小子居然知道我身份？你在网上弄出那么大动静，我很难不知道啊！看看兄弟暑假专门找设计师装修出来的宿舍如何？你小子该不会是得啥不治之症吧？怎么突然想着贷款装修宿舍？不会是懒得买棺材了，准备直接在我面前风风光光的走吧？行吧，既然你话都说这份上，那我也摊牌了。本来打算以一个穷弟弟的身份来跟你相处，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摊牌。不装了，其实我也是富2代，我爹是魔都首富。这么逆天的事让我碰见了，你小子确定没有骗我？确定不是因为得了绝症，想一了百了了？对了，老林，你之前舔柳如烟不是挺得劲吗？现在怎么突然忍心给他送去踩缝纫机了？不心疼吗？其实做舔狗也是因为我在掩饰自己富2代的身份。莫非你也酷爱扮猪吃虎？原本我还想着曝光身份后拉你这群哥们一把，结果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原来你早就上岸了。以后咱俩强强联手，魔都都能横着走。不过我现在还有件事要处理一下。什么事？没准哥们也帮得上忙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今天突然发现咱们学校的管理可能有点问题。那些留学生平日里太猖狂，而且校领导也过于纵容和偏袒。另一边，魔都大学篮球社社长张伟正翘着2郎腿，静静听着下面小弟的汇报。张少，咱们学校好像来了个挺帅的家伙。今天在校门口，我亲眼看见他让手下保镖做了一个留学生，而且连带着副校长等一众小领导都被警方带走调查了。好啊，可是张少，那个林北把你风头都抢光了。你难道不？小弟，老子怎么说你越看越眼熟呢？原来你是小说里的无脑小弟啊！我有病是不是？我这么闲的无聊，谁装逼我干谁！我警告你们，谁要是敢闲的无聊跑去挑衅人家，可别怪我下手不留情。说完，张伟掏出电话，给自己的侍卫老爹打过去一个电话。老爹，我检举魔都大学的领导层可能有叛徒，对我建议一定要严查。老爹，放心吧，你的政绩有儿子我给你守护。啪嗒一声，电话挂断。张伟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小弟，懂不懂什么叫格局？懂不懂什么叫一致对外？算了，你还是滚蛋吧，以后别跟别人说你是我小弟，我丢不起那人。明明是京城豪门的唯一继承人，却被副校长当成没背景的穷学生，不仅利用职权对你进行打压，还要求你给外国留学生道歉。然而，你只是平静地拨打了一通电话，下一秒，这些境外势力就被彻底清除，就连学校高层都被全部清算。此时，上百名留学生出现在操场上，要求校方对你进行严惩。很快，校方领导到场，校长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我可不敢查，主要是那个林少来头太大，没瞅见任德华副校长就被抓进去接受调查了。诸位同学，我知道你们的担忧，这件事我向你们保证，校方一定会调查到底，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忽然，一道喇叭声响起，所有人诧异的移动目光，只见3辆市委的车缓缓驶过。很快，车上下来一位气质不凡的情侣。
张少，你这……哦，刘校长啊，也没啥事。听说学校领导层好像爱舔留学生的臭脚，所以我就顺手把你们校领导举报了。你也不用谢我，都是为了大义。我身后这些就是市里面专门调派下来的专案组。说完，那几名调查人员纷纷上前与其握手，脸上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看得刘校长胆战心惊。张少，这是个误会啊！我们校方一直在公平公正的处理此事，绝对没有走任何不合法的流程。这事我做不了主，你有什么冤屈，还是跟调查组说吧。张伟呵呵一笑，身后的调查人员开始行动，准备将一众校领导先控制起来。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今天的操场还挺热闹。”哟呵，昨天副校长才进去，今天郑校长也迫不及待。林少，您这大早上来就是为了嘲笑我们吗？听到这个称呼，张伟打量起眼前这位传说中的林家大少，感受到目光，你伸手打起招呼：“你好，帝都林北，这位是陈泽，我兄弟。我想起来了，你是陈首富家的小少爷。”我靠，陈首富家的公子，今天这么巧，全让我撞上了。这时校门处缓缓开来一支豪车队伍，正是首富家的车。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从车上走下，陈泽看见自己老爹，立马上前迎接。陈展鹏点了点头，随后走到校长面前，扬手就是一巴掌。所有人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感觉。陈总，这是误会啊！你听我解释，解释你妈！陈展鹏听到这话，气得又是2巴掌上去。这下子校长真的猛了，被扇懵了。主要是这位爷是大金主，他得罪不起。老子每年捐的钱是让你给我龙国培养人才，不是让你喂狗。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等你进去踩缝纫机了，老子天天雇那些坏人送你吃大逼道。听到这话，校长只感觉浑身酸冷。见自己老爹终于冷静了些，陈泽这才出声接茬道：“老爹，这位是林北，我铁哥们。”闻言，你微微一笑，主动打起招呼。陈展鹏转过头，看见眼前这张熟悉的面孔，表情有些错愕。我靠，你是林少啊？陈叔叔倒是见外了。陈泽是我兄弟，之前那些都是虚名罢了。不愧是顶级世家培养出来的继承人，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一种淡然的气质。比起自己这个整天只知道扮猪吃虎的儿子，属实不知道强上多少倍。那个，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让调查组的同志们把这些家伙带走了。不行，你们把校长带走，谁来为我们主持公道啊？阿克是无辜的，我们要求官方严查凶手。近100人的留学生队伍吊销着围上来。张伟看着面前这些留学生，一时有些头皮发麻，因为这些人他也没有权限处理，除非得到内阁审批，不然他们就是越级制服。在不远处的军训队伍中，有几名年轻气盛的男生看不下去，起身准备干架，教官也火速支援，跑到人群中拉架。这时有个人认出了你的身份，急忙出声鼓动起周围人：“这个人就是林北，大家一起上，不要让他跑了。”一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到你身上。然而，作为全场焦点的你，只是默默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随即对着众人笑了笑：“跑？为什么我们要跑？要跑也是他们跑才对。”话音落下，轰隆隆的螺旋桨声从天边响起，众人抬头查看，只见3架武装直升机正气势汹汹地从远处袭来。陈泽看到这一幕，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老林：“老林，你连武装直升机都干来了？开玩笑，要是他真的请来军方的直升机，那还打个屁，直接跑就完事了。”不止这些，很快，一辆载满士兵的大塔缓缓驶入了学校，那群留学生急忙四散而开。跑，你们跑得掉吗？大塔一个急刹停在原地，全副武装的士兵快速下车，随着一声轰鸣，所有留学生都僵在了原地。他们知道这是警告，如果他们再跑，可能下一次就是打在他们身上。我们投降！留学生们老老实实抱头蹲在地上，这一幕着实把所有人都看傻了。控制住局面后面缓缓驶来一辆加长版公路车，打开车门，走下一行衣着得体的领导。表弟好久不见了，表哥，这是升迁了。托你的福，上次工作完成的不错，被内阁调到秘书处了。现在我可是内阁秘书处的副处长。不错，恭喜啊！你发自内心的替对方感到高兴。周围人虽然没有听青林豪说的悄悄话，但前一句话他们听清了。内阁秘书处，一下子所有人看向你的目光都变了。你居然弄来了武装直升机和军队，就连远在帝都的内阁都被他惊动了。很快，林豪取出一沓文件，交给了市委专案组的成员。这里是内阁下达的命令，要求魔都市委全力协助内阁情报局对魔都大学校领导高层涉嫌从事渗透活动一案进行全面调查，即日起勒令所有校领导停职接受检查。另外，新院校领导班子估计下午就会空降校方，注意做好交接手续，劳烦各位跟我们走一趟吧。内阁居然真的动用了情报局，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长，要不要这么夸张啊？好了，给他带走，有什么事回去慢慢说吧。对了，那些留学生呢？表哥，你打算怎么处理？什么留学生？这些不是恐怖分子吧？造成动荡，被当场抓获，就差法律审判了。对，就是这样。忙活完这些，林豪以公务繁忙之由率先离开。老林，你这家伙不够兄弟啊！本来我还打算装这个逼的，结果你居然把武装直升机都弄来了。主要是当时情况太紧急，鬼知道那些留学生居然敢直接动手，不用武力不行了。好了好了，下次让你打。你明明是京城豪门的唯一继承人，却被副校长当成没背景的穷学生，不仅利用职权对你进行打压，还要求你给外国留学生道歉。然而，你只是平静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下一秒，京城督察组就空降学校，不仅对学校领导层进行彻查，就连外来势力都被全部清除。一切尘埃落定后，
你带着陈泽来到军训场地，总教官陪着笑脸凑到你们面前。两位大少的到来属实让他感到慌。要知道，这俩爷刚刚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一众校领导全部送了进去，就连那些平日里高人一等的留学生都没能幸免。你看出了他眼底的句子，无奈一笑，主动开口解释：“不要紧张，我只是来看看我的朋友，没有别的意思。”说完，一边看向队伍前排的一名可爱。秦梦瑶感受到这目光，下意识低头。此时，少女的脸蛋渐渐染上一层疑虑。总教官心领神会：“好的，林少请便。”此时，也有着新生们不大不小的议论声，正好能传进你和陈泽的耳中。闻言，你有些无奈，而陈泽在一旁则有点兴奋。老林，你以前说只有我这么一个兄弟的，现在怎么还多了个朋友？老实交代，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诧异的看了眼对方，表情有些耐人寻味。你觉得我会闲得无聊跑来看一个男人？听到这话，你无奈笑道：“我和人家现在还只是普通朋友，不过一会儿可以让你认个脸。”见你和陈泽只是站在一旁，有说有笑，一众教官也终于可以安心的组织军训。2个半小时后，伴随着主教官的一句“原地休息25分钟”，众人才四散而开。可这时，一个男生却朝着秦梦瑶迎面走了过去。众目睽睽之下，他直接开门见山：“同学，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你确定要加我联系方式？那名男生坚定的点了点。其实他刚到操场上的时候就注意到秦梦瑶长相如此可爱甜美的女生，他还是头次遇见，所以他决定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正当这名男生还在幻想着以后和对方手拉手逛校园的美好场景时，秦梦瑶终于说话了：“那个我喜欢你的，你介意吗？”话音落下，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那名男生更是差点把下巴掉到地上。可他思索了片刻后，又马上开口：“我不介意，我会用真爱，用我的行动掰扯你，万一再能买1送1呢？”你不介意，可是我介意。秦梦瑶语气颇为认真。那名男生听到这话，嘴里就像前面台拖拉机，吐了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而另一边，你看向陈泽，伸手指了指秦梦瑶的方向：“看见没有？那个被人要联系方式的女生就是我。”陈泽一脸诧异的看我：“你说的我都懂，可是人家都不要联系方式了，你怎么还在这无动于衷？”感情这是讲究的，就是一个水到渠成，不着急。陈泽下意识想追问，可你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对方的疑问，而是指着不远处正在快步走来的秦梦瑶赶口：“假如一个女生真的喜欢你，她是会自己穿着婚纱来找你。”话音落下，陈泽露出一副豁然开朗的表情：“大师。”很快，秦梦瑶面露狡黠的走到你面前，开口打击道：“这不是林大嫂吗？是不是在偷看哪个小学妹啊？”不用管我，我看秦学妹魅力依旧大。没想到第一天军训就迷倒成骗男同学。乖，我可喜欢你的，请用迷倒成骗女同学来形容我。闻言你微微一愣，因为这丫头前段时间还在说要包养自己，结果现在又说喜欢女生。你此时不得不得女孩子变脸，果真堪比翻书。看出了你脸上的疑惑，秦梦瑶昂起胸，露出白皙诱人的玉手。本富婆最近迷上了一位人美声甜的小姐姐，所以就成这样了。说完，秦梦瑶下意识看了眼操场上的某个地方，那里有双海水般的秋眸正静静地看向自己，准确来说是在看你。好家伙，这丫头还真是随心所欲，不顾外人眼光啊！对了，这是我义子陈泽。陈泽闻言顿时呆愣在原地。你见状话锋一转，当然，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好女孩了，记得帮人家牵牵线。我这个义子想谈恋爱，虽然丑了点，但有点闲。简单听到之后半段话，陈泽才默默恢复了表情。看到两人活宝般的脸，秦梦瑶忍不住扑哧一笑，马上满口答应。好好好，到时候我挑选完了女朋友，就给这位陈少介绍女朋友。这话属实，给陈泽蛋绑定如此炸裂的话，居然是从一个身娇体弱的女生口中说出来的。看出兄弟眼中的迷茫，你出声解释：这位同学是喜欢女生。这下陈泽才恍然大悟，不过他心想，这么漂亮的妹子居然是那个，属实可惜了。默默惋惜了1秒钟，陈泽才开口道：兄弟，如果你想找对象的话，就让秦同学先给你找吧，哥们，我不急。林北，你要找女朋友了？秦梦瑶歪着头询问。闻言，摊了摊手：我要想找，现在估计都在陪妹子看电影，还在这里和你们唠嗑。哦，也是爱。秦梦瑶若有所思的点了点。突然，总教官吹响口哨集合，听到哨声，秦瑶脸色一白，连忙转身道别。我先走了。等到秦梦瑶离去，陈泽这才咂了咂嘴，有些同情的开口：哥们儿，你的眼光是不错，可惜运气还差了些。你看那个角落方队的排头妹子是不是长得很漂亮？这个侧颜属实惊艳到我，她是不是在看我？你满脸无语，随口开口：你知道啥叫人生3大错觉不？哪3大？他喜欢我手机震动，还有我能反杀。哈哈，别幻想了，走吧，一会儿中午太阳晒死你。就在刚刚，秦梦瑶很快就离开了。
陈泽有些同情的看向你，哥们儿，你的眼光是不错，可惜运气还差了些。你看那个方队排头的妹子是不是长得很漂亮，简直太惊艳了。她是不是在看我？你知道啥叫人生3大错觉不？哪3大？他喜欢我手机震动，还有我能反杀，哈哈，别幻想了，走吧。一会儿中午太阳晒死人。两人回到了宿舍，商量着校外2栋独立别墅的事情。陈泽突然喊道：“我操，老林，别闹，咱俩虽然性格合适，但性别不合适。”什么？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快看这，学校论坛里面有人发帖说，为庆祝魔大的清扫行动圆满结束，篮球社打算联合一众社团开办一场联谊晚会。篮球社不就是张伟那个社团吗？鉴于林北、陈泽2位同学在本次行动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故在此诚挚邀请2位作为活动嘉宾出席晚会，并面向全校师生发起才艺比拼邀请，参与者皆可获得主办方提供的高额奖金。这又是什么花？老林怎么说？这哪里是联谊晚会啊，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联谊大会。当然，我可不贪心，只想遇到一个看着对眼的妹子，不会大包大揽一网打尽的。大学的社交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参加这次的晚会。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行吧，去看看也不是啥坏事，就当透气了。老林还是你做兄弟，到时候咱俩一出场，绝对会让全场尖叫了。不过必须要求主办方的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才行。另一边，篮球社活动室里聚集几名篮球社的主办成员，他们毫无例外都是张伟的小跟班，都是小有名气的富2代、官2代。张少不愧是市委家的公子，这不咱们要发达了。对呀，现在林北在网上的热度这么高，咱们把他请来打个幌子，开场直播光收礼物就能回本。这还不是最重要了，重要的是咱张少举办的活动，他林北哪怕是京城太子爷也得赏脸来参加呀。以前我稳坐魔都第1大少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身边这些小弟都这么傻逼啊？好歹大家都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怎么还能被眼前这点小名小利所蒙蔽双眼呢？我这次带头举办这个晚会可是另有目的，我可是出生于官宦之家的，真正的地位只能靠自己争取。我的目标从来不是赚那点钱，在人前显圣，受无数人追捧，而是踏入官场，接自己老爹的班，或者更进一步成为内阁成员，手握通天大权，让张家也能像京城3大世家一样，凌驾在一切家族势力之上。而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捷径就在眼前，那就是林北。这次举办联谊晚会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向林北示好，给自己大学的履历再添一笔墨彩。这也将是我以后腾飞的关键，但是也不能直接跑去示好，我可不敢保证自己能否成为下一个陈泽。自己堂堂魔都圈的第1少爷，跑去给京城太子爷当小弟，以后也很难在魔都圈树立威信。就在张伟愣神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你好，我是林北。林同学有什么事情吗？听说你准备举办个联谊晚会，我就是来问问可以带资进组吗？没问题，咱们主办方现在只有校方和我们篮球社，如果你们愿意加入，大家自然欢迎。另外，到时候我们会用校方的官方号开通全程直播。好啊，那咱们这次就彻底把魔都大学的名声打响。怎么打响？我和陈泽一人投资1000万，这次联谊晚会就给我按明星的演出规格办。这是玩哪出？难道只是为了装逼吗？反正又伤害不到我的利益，可以，那就依林少所言，两位大少果真豪气啊！我什么时候说花1000万去看个破联谊晚会了？虽然是魔都首富的儿子，但零花钱管控的很严，好不好？1000万对我来说真不是小数目啊！不是老林，你是不是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有钱啊？张口闭口1000万呢？打住，哥们儿，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林氏时代副总裁。其实我刚刚就已经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联谊晚会开成真正的选秀大赛。经过婚纱追星和整治魔都大学这2件事，我自身所携带的流量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网红。现在只需要利用这一点，把这个选秀大赛开起来，绝对可以捧起来几个不错的明星，然后通过林氏时代培养包装，不就是活生生的摇钱树吗？我这可是带着兄弟你赚钱，现在请喊我林总，林氏时代的老总，而你，我的兄弟，你现在就是林氏时代的副总，好好干，未来成为龙国首富也不是没有可能。我是龙国首富，那你是什么？我自然是世界首富。好家伙，以前咋没发现老林这么有志气嘛？不对，以前老林好像真的说过要争霸世界，就连称霸路线都模拟过。看来我成为龙国首富的可能性比较大。像你这种财阀家族，当然不能摆在明面上当首富。你的家族背靠一个万亿商业帝国，旗下几家产业公司都已步入1000亿集团之列。如果把家族资产堆积起来算在你名下，恐怕明年富豪榜上就要空降史上最年轻的世界首富。那个林氏时代就是原来的魔豆娱乐吗？是的，整个公司包括旗下艺人全部被林氏集团打包收购。这可是龙国娱乐巨头啊，背后势力大的吓人，我家都不敢轻易招惹他们。你们林氏花了多少钱收购的？怎么，莫非是一串难以想象的数字？你说的对，多少亿？零元购。此时你和陈泽刚来到教室上课，就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这不是林北吗？怎么没看见柳如烟、李雪他们？你是家里没通网，还是怎么着？都吃花生米了，还惦记你那破李雪？咱林少从地都杀到魔都了，战绩可差。我可不想自己这么出名，毕竟站在这个位置和高度，名与利啥的已经不重要了，反而要为这点名利承受着极大的风险。这时，2名颇有姿色的女生结伴走来。
其中一名女生招呼了你一声，你急忙回头询问有事吗？两位女同学，别开玩笑嘛，咱们好歹也是同班了1年的同学，你能不知道我的名字吗？想起来了，这俩女生不就是当初田柳无烟的时候嘲笑过自己的那两个人吗？有什么事就直说。你明明是京城豪门的唯一继承人，却被副校长当成没背景的穷学生，不仅利用职权对你进行打压，还要求你给外国留学生道歉。然而你只是平静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下一秒京城督察组就空降学校，不仅对学校领导层进行彻查，就连外来势力都被全部清除。很快你的事迹就传遍了整个魔都大学。此时你和陈泽刚来到教室上课，就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这不是林北吗？怎么没看见柳如烟、李雪他们？你是家里没通网，还是怎么着？都吃花生米了，还惦记你那破李雪？咱林少从地都杀到魔都了，战绩可差。我可不想自己这么出名，毕竟站在这个位置和高度，名与利啥的已经不重要了，反而要为这点名利承受着极大的风险。这时2名颇有姿色的女生结伴走来，其中一名女生招呼了你一声，你急忙回头询问有事吗？两位女同学，别开玩笑嘛，咱们好歹也是同班了1年的同学，你能不知道我的名字吗？想起来了，这俩女生不就是当初田柳无烟的时候嘲笑过自己的那两个人吗？有什么事就直说。马尾女生原本还想略施小计要个金龟婿，但你现在好像看起来没以前那么好用。好在一旁的妹子及时缓和了气氛。那个其实我们也没别的意思，咱都同班1年了，还没怎么说过话，我就想着加个联系方式，晚上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可以找我们聊天哦。你们猜林北会不会同意？肯定同意啊，玩一玩嘛，大家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样吧，林同学，你不会连个好友位都不给人家吧？这么劲爆的吗？大家都看着呢，咱就不能收敛一点，等去酒店了再嗨嗨。陈泽真的有些羡慕自己这位好兄弟，不仅颜值高，投胎技术也好，就连追的妹子都数不胜数。没了吗？还有什么吗？要不你先加下小丽的微信，等下课了咱们有时间就去线下。他妈的，这破天真这么热，都给老子热上火了！快把教室的空调温度再调低点。教室哪有空调啊？这2位同学盛情难却，你要不要和他们解释一下？陈泽，假如拿不下林北，拿下陈泽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多谢好意，我们没有特殊需求，你们可以走。林北，你以为我们是街边的快餐吗？你凭什么污蔑我们？不要仗着你有钱有势就可以随意毁人清白，被我们只是好心拉你进班级群，你不领情就算了，为什么还出言侮辱我们？就因为我们好欺负吗？说话呀，林北，不要以为你是京城来的大少爷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不怕被你告上法庭那一套。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录音了，要不要我把你们刚才说的话放出来给全教室的同学听一下，让大家评判一下，到底是我污蔑你们，还是你们勾引我？我操，老林，你丫的是不是特工啊？手机24小时待机录音。来，回答我呀。林少，是我们错了，看在同学1年的情分上，你放过我们吧。林少，我们这就滚，谢谢。林少高抬贵手。老林，你这定力不简单啊，要是换我，没准叫。要不要我帮你把他俩喊回来？就在这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位绝美女生，教室里的声音骤然一停，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位少女所吸引。白校花，卧槽，我说空气怎么如此香甜？原来是我吸入了白校花呼出的2氧化碳。我的女神来了，兄弟们给点鼓励，我直接上去表白。林少在这也不管用。老林，快看，白校花走过来了。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别扯了，我这件衣服很贵的。落雪，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奶茶，还是冰的，快尝尝吧。不愧是魔大第2深情，从大一入学追白校花追到现在，听说贺强不仅是人家张少的左膀右臂，家里还掌管着魔都不少地下产业，人送外号黑道太子爷。林少背景确实大，但强龙不压低头蛇，而且这里是魔都，山高皇帝远的。落雪，你先接下这杯奶茶，我有个小惊喜要给你。谢谢贺同学，一会儿老师就要来了，我不想被误会。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逃过我的手掌心，你也不会是例外。经过我的暗中调查，你家里我都了解清楚了，一个律师哥哥，还有一个在法庭任职的检察长父亲。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人物。这背景在普通人眼里可能属于妥妥的白富美，但在我这里只能说不过如此。还以为是哪个京城大独家的公主，才耐着性子慢慢追求。现在我可是有1万种方法让你乖乖束手就擒。若雪，你先别急着拒绝，这是我准备的戒指。若雪，你知道吗？从刚入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你，而今天正好是我爱上你的1周年纪念日，所以我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送给你这个礼物。若雪，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没想到这么深情的男生居然真的出现在了我身边，我好羡慕白校花呀。在贺少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男人。不好意思，贺同学，咱们不合适。为什么呀？我想要个理由。理由？你都有那么多女朋友了，为什么非要拽着我不放？啊，白落雪是怎么知道我私底下包养女大学生的事情的？我虽然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流言蜚语，但是我对你的真心天地可见。大家都是同学，有些事情戳开了说就没意思了。他绝对是知道了什么，不然态度不会这么坚决。本来最近遇到了点小麻烦，还准备找你哥哥帮忙打官司，就在你父亲那个法庭。你竟然调查我？
白同学，这是什么话？白洁律师作为业界标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本少还需要调查吗？而令堂更是一名刚正不阿的检察长，听说最近好像又转正了嘛。而我恰好也有点人脉，所以肯定是准备帮扶你家一下。你竟然威胁我，你真是个人渣！你也不想你唯一的哥哥被打成残废吧？你父亲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几十年，假如突然有一天他被通知停职调查，他会很崩溃吧？白同学，如同地狱传来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白落雪这一刻的心彻底坠入了冰窖。你明明是京城豪门的唯一继承人，却被副校长当成没背景的穷学生，不仅利用职权对你进行打压，还要求你给外国留学生道歉。然而，你只是平静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下一秒，京城督察组就空降学校，不仅对学校领导层进行彻查，就连外来势力都被全部清除。教室里，贺强正在表白校花白落雪。不对啊，老林，这不是在表白吗？怎么感觉白校花是在受威胁啊？确实，先不说白落雪是自己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就凭白洁帮自己打了一场漂亮的官司，就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白落雪受伤害。这家伙在魔都是混地下黑产，你这个太子爷不好拿捏他，哥们这个本地人陪你更好一些。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白同学，只要你做了我的女朋友，你以后就是魔都地下世界的太子妃，就连你那不争气的家人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沾光，何乐而不为啊？光头强是吧？林北，这家伙来干什么？光头强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一位从事伐木业的部落，他住在狗熊岭。林少是吧？怎么你要插手我精心给白校花准备的表白仪式？这就是你口中的表白仪式？我还以为你准备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别说，你这仪式还挺独特，和你一样像散养的狗。不是哥们，虽然你很牛逼，但也要搞清楚局势啊！人家现在人多势众，你他妈直接骂对方老大是狗，他能拿我怎么样？我要是在这么多双眼睛下出事，恐怕明天魔都就要迎来史上最大洗牌。我姑且先叫你一声林少，这里是魔都，强龙不压低头蛇的道理，我想你也明白。如果你在说什么胡话，我不能保证我的拳头不会落在你身上。贺少说的对，强龙不压低头蛇。我不知道白落雪做错了什么，就因为没有答应你的表白，就要威胁他家人的安危，这和强有什么区别？林少，我再说一句，这件事你不要管。天高皇帝远，在魔都不是所有人都护得住你。白校花，别哭鼻子了，遇到什么委屈事给我说，本少还欠你的人情呢。林北，你别不识好歹！你想动我兄弟？怎么？你想找死啊？小赤佬，你不就是有点臭钱吗？在我眼里，要么有权，要么有武力，有钱又能怎么样？老子用拳头砸死你！混个黑道给你混出优越感了是吗？来来来，一人100万，给我把贺强打出去来！卧槽，真尼玛有钱！你是想当我面收买我的小弟吗？是不是太猖狂了？呵呵，我这些小弟可是从小就一起追随我的，你以为就凭你这点臭钱能收买他们？要是有这100万，就算现在退学回老家复读都没问题，实在不行还可以去海外留学，摇身一变成为海归，这也太诱人了。不是你们啥意思了？真心动了呀！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这么想要那100万，你们有命花吗？这下众人才反应过来，对方可是魔都的黑道太子爷，就算他们收了这钱，也不一定能平平安安带出魔都。你居然敢用钱侮辱我们对贺嫂的忠诚，兄弟们上！看来事前不到位是吧？一人200万把贺强打出去，我帮你们平安走出魔都。贺嫂真不是哥几个想背刺，主要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操，反了你们！等着，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还要摇人吗？追求不成玩威胁，眼见不行就摇人，不愧是魔都的黑道太子爷，只能玩些下三滥见不得光的手段。林北，你非要和我过不去是吧？啊，不对，你堂堂林大少不会也在惦记咱们的白校花吧？你早说啊！你玩完了再让我玩也行啊。你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对吧？本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白落雪是我林北的朋友，今天这件事我就插手了，怎么着？要不要现在去摇人？我给你时间，我倒要看看你能摇多少老鼠。听说你还想威胁他家人，真是巧了，他家也在京城。你要是有种，就把手往朱权伸一下，你看本少给不给你剁掉就完事了。这就是帝都林家的太子爷嘛，恐怕整个龙国也只有对方敢说出这些话来了吧？可是这里是贺强这位黑道太子爷的主场啊！这些话一字不落的进入了白落雪的耳中，眼前这个男人的身影也在他眼中渐渐放大。原来自己也有后台。回想起上大学以来自己一直小心翼翼，以及被贺强威胁时的无助感，泪水渐渐落下。既然你诚心要护着这女人，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不是你给我面子，是我给了你一次机会，希望你可以珍惜。好，那我就感谢林少的这次机会。白校花，先回座位吧。好，行啊，有你的，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吓走了。哥们，这包里装着可是真理。不错，你确实成长了许多。听到这话，陈泽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他也不好开口。最近盯着我们的眼睛太多，除非自保，不然一动手就会掀起很大的舆论风波。短短半月之内，就已经发生2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国外那边的抗议声已经被压下去，但是我也不能一直给自己家族找事。一旦舆论压力导向林家，其余2大世家也肯定会趁火打劫，因为只有扳倒林家这座大山，那2大世家才有出头之日，不然他们永远只
只能活在林家的巨大阴影下。老林，你确实承受了很多啊。原来对方也不是表面上的那样风光无限啊，真的无法想象林北要背负多少压力和责任，但是仍然不顾这些阻碍来帮助自己，而自己又帮过林北什么呢？谢谢你，林北。他这句话的声音很小，小到你和陈泽都没注意到。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感激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行动。此时你刚解救完校花白落雪，不料刚出校门就遭到了暗算。远处一辆路虎突然加速，直直撞向你停在路边的拉法。福伯脸色一冷，迅速闪避，这才躲过失控的路虎。拉法却遭受到猛烈撞击，随后肇事司机直接开车跑掉。过了几分钟，你和陈泽漫步来到校门口，看见外面人山人海的场景，陈泽不禁感叹：我已经想象到你的爱车被无数人围起来拍照的场面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警笛声？你们下意识加快了步伐，很快两人就来到了校门外。眼前这一幕却让你傻眼了，不是这对废铁，怎么那么像我的那辆拉法？福伯少爷，对不起您的。你是无人敢惹的京城大少，可服侍过你的双胞胎姐妹，如今却成为了一件拍卖品，即将被送往顶级富人区。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你曾放过的黑道太子爷。此时你刚解救完校花白落雪，不料刚出校门就遭到了暗算。远处一辆路虎突然加速，直直撞向你停在路边的拉法。福伯脸色一冷，迅速闪避，这才躲过失控的路虎。拉法却遭受到猛烈撞击，随后肇事司机直接开车跑掉了。过了几分钟，你和陈泽漫步来到校门口，看见外面人山人海的场景，陈泽不禁感叹，已经想象到你的爱车被无数人围起来拍照的场面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警笛声？你们下意识加快了步伐，很快两人就来到了校门外。眼前这一幕却让你傻眼了，不是这对废铁，怎么那么像我的那辆拉法？林少来了，大家别挡路。福伯少爷，对不起您的车。吓我一跳，还好你人没事。福伯见外的话就不要说了，这辆车再贵也只是一滩破铜烂铁，但你不一样，你在我眼里是亲人。谢谢少爷。福伯鼻尖有些发酸，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很快，现场陆续来了几辆警车和救护车，而福伯则是被你送上救护车去检查身体。刚送走福伯，一位面熟的警长就走到你面前，热情打起招呼。你定睛一看，好家伙，是老熟人，正是昨天带走阿克和校长的那位警长。看着路边那辆已经面目全非的超跑，表情有些哭笑不得。林少，您还真是日理万机啊！自己这是被人针对了，能有什么办法？麻烦了，林少。客气了，我们一定会尽快抓到肇事者。毕竟你的身份别说大，就连魔都一把手来了也得立正，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给你一个交代，不然等到上头来问责就不好玩了。陈泽凑过来小声提醒他，我感觉那辆路虎应该不是失控，而是有人故意指示。你说的我都明白，而且你现在的首要怀疑目标应该就是贺强吧？对呀，今天下午刚和对方结仇，晚上就出现这档子事，无论怎么看，这个幕后主使都应该是贺强才对。你还是太年轻了。什么意思啊？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回别墅吧。随后拽着陈泽钻入路边早已等候多时的商务车中，可刚上车，陈泽心里就准备着随时跳车。老林，你还敢坐车呀？就不怕路边飞出辆泥头车给我们俩撞飞？瞧你那点出息，对方要是诚心想杀我，就不会打草惊蛇。那你的意思是对方在敲打咱？你说的不对，这么明目张胆的敲打他，贺强还没这个大，更大的可能是栽赃嫁祸。不得不承认你说的有道理。贺强的脑子要是傻到连报复都做得这么明显，那今天下午他就不会跑了，而是直接找人和你明着干。车队很快抵达陈泽名下的别墅小区，两人逛了一圈后，福伯紧急召回的那些保镖也陆续来到别墅报道，足足80人，全都是各个部队现役和退役的特种兵。突然兜中传来一阵震动，你掏出手机，没有过多犹豫，直接点了接听。电话中是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喂，是林同学吗？张同学，有什么事吗？我刚才翻阅校园论坛，看上面帖子说你出车祸了，怎么样？你没受伤吧？托张同学的福，是车坏了，没有人受伤。那就好，你放心，我已经让人去全力追查肇事司机的去向，这个公道我一定给你讨回来。那就多谢张同学了。陈泽，你帮我看看校园论坛上有没有关于我车被撞的帖子。好的。陈泽转身就跑上2楼电脑房，后院的保镖们已经列队完毕。你漫步走到众人面前，过了许久才悠悠开口：福伯把大家紧急召回的原因，想必各位都已经大概了解。你们有没有领头队长职务？报告林少，我是福伯任命的队长。我只有3条任务需要你们完成。我在魔都大学有个朋友叫白落雪，你们抽调一部分人手去保护好他，顺便安排京城那边的人帮我暗中照顾一下他的教育。听懂了吗？听懂了。第二，喊上10个兄弟去医院守着福伯。明白，我已经派了20个兄弟去医院守着福伯。那更好，既然如此，我就直接说第3条，帮我把贺强和张伟监视起来，他俩有任何异动，直接通知我。明白，林少。胖虎领命，立刻开始安排人手行动。做完这一切，你转身回到客厅。老林，校园论坛上有3条帖子是关于你车被撞的，最早一条大概是在半个小时前发布的。好，
辛苦了。你转身坐到柔软的沙发上，开始闭目养神。你的做法让陈泽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作为死党，他也只坐在一旁静静等待。而另一边的酒店内，克强突然接到了小弟电话，他骂骂咧咧的接通电话：“你小子最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找老子，不然你就有事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下一秒，他的脸色彻底变了，变得煞白无比。这一幕给玛丽看懵了。注意到玛丽的目光，克强脸色一窘，然后暴怒道：“看什么看？还不快走！林北的车不知道被谁撞了，现在全校都在议论是不是我派人剁的。他妈的，我不就是来酒店打扑克的吗？怎么还天降黑锅呢？就算打算对付他，我也不能直接玩车祸啊！这不相当于直接告诉全世界我要杀林北吗？”玛丽也听明白，对方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下午才和林北交恶，晚上林北车就被撞了，换谁都觉得幕后黑手是贺强，真的太巧了。整理好后，贺强没管玛丽，独自驾去往学校。半个小时后，当得知肇事车辆是一辆路虎后，贺强傻眼了，一脸懵逼的看着面前的警长，然后僵硬扭头看向自己的爱车，大脑陷入一瞬间的空白。警长看着面前这位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道太子，表情有些耐人寻味。贺少，根据我们的调查，您下午好像和林少发生过小摩擦。别瞎说，老子下午那是接受林少训导，你别仗着自己是警长就血口喷人。好好好。警长微笑着点头，他知道现在还不能逼急眼前这个黑手，狗急还会跳墙了，更何况对方是黑道太子。我警告你，别想着往我头上泼脏水。你们要是查不出真相，老子亲自查。要是让我查到谁在栽赃陷害，我一定把碎尸万段。你是无人敢惹的京城大少，可服侍过你的双胞胎姐妹，如今却成为了一件拍卖品，即将被送往顶级富人区。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你曾见过的黑道太子。时间来到第二天，你和陈泽照常出现在了校园里。经过一夜的发酵，全校几乎近半数学生都知道了你爱车对撞的事情。一时间，整个魔都大学的目光全部聚焦在了你和贺强身上。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件事都过去一晚上了，除了贺强发声表示此事非自己所为以外，你就好像个没事人一样，也没有任何要追查的意思。就在无数学生议论纷纷的时候，你和陈泽应张伟的邀请来到了篮球社，欢迎林同学和陈同学前来做客。张同学日理万机，联谊晚会的事情都忙不完，怎么今天还有闲工夫找我？林同学，是这样的，昨天撞你车的那名肇事司机已经被抓到了。果然，自己在魔都的根基还是比不过这些土地。肇事者都被抓了，自己这个受害者是半点消息都不收，而对方不仅不放消息，就连档案袋都拿到手。林同学，不要误会，肇事司机是我动用私人力量抓获后移交给警方的，所以警方还没来得及通知你。原来如此，那有劳张同学费心了。这次把林同学喊来，就是想询问一下你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据肇事司机供认，幕后主使是天上人间的少东家贺强。对，林同学应该知道贺强是我们篮球社的骨干成员吧？那张同学的意思是？林同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要保他，我的意思是现在幕后主使已经锁定了，就是我们篮球社的贺强，而我作为社长，自然有责任配合你将这件事妥善处理。林同学，这不仅是我的诚意，也是我们篮球社的诚意，势必协助官方消灭一切黑恶势力。这贺强真铁锤，一切也太巧妙了。而且这个肇事司机一口咬定是意外事故不就行了，怎么直接就供出幕后主使？还是说他不怕贺强杀人灭口？整个事件疑点重重，整得你有些心烦意乱。这时张伟又开口了：“林同学，贺强现在就在天上人间，要不要咱们跟警方直接？还是不用了，谢谢张同学的帮助，你这个人情我知晓。但是后面的事情，我想自己来处理也行。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林同学随时联系我就行。”张伟临走前，你不忘叮嘱一句。你拿起档案袋离开篮球社，陈泽注意到你满脸心事重重，忍不住出声询问：“老林，想啥呢？咱们现在要不要直接杀到天上人间？刚贺强那小子，我看他不爽很久了。这样吧，咱俩回宿舍乔装打扮一下，反正今天课上完了，去天使人间消费一下。砸场子，我喜欢。”另一边，一间偌大的帝王高中，贺强正一个人喝着闷酒，他委屈，只因自己堂堂黑道太子，居然被人陷害了。放下酒杯，贺强将目光看向面前的中年人。怎么样，还没抓到人吗？贺少，人抓到。你个老东西，这次知冷体了。实施是被市委家张公子抓到。张少那不是自家老大吗？那也成，只要不是被林北抓到就行。还是老大牛啊！明天我都要看看到底是哪些公子陷害我。这时，包间大门突然被推开，玛丽和尤娜相继走出。你俩怎么来了？当然是给贺少您交差来的呀。是双胞胎吗？对呀，双胞胎呢。会带上来给本少看看。另一边，一辆轿车稳稳停在了天上人间的大门口，车上被拖下来一对双胞胎，正是小粉和小蓝。这时，陈泽突然碰了碰你的胳膊，怎么了？你看那对双胞胎真他妈猖狂啊！这个贺强居然明目张胆的把人迷晕拖来。不对，那是小粉和小蓝。不是老林，你干啥？我还说让这贺强再蹦跶几天，但你这么专挑老子认识的人下，还打架，是不是太任性啊？你认识这对双胞胎？此时，双胞胎被扔在沙发上。做得不错。贺少吩咐的事，人家可不敢耽搁。小粉和小蓝相继醒来，看清周围陌生的环境。小蓝看向面前的玛丽，学姐，我们这是到了晚会彩排的地方了。对，这里就是彩排的地方。两位学妹怎么称呼啊？看着面前一身酒气的青年，小蓝呆住了。
小粉更是直接拉起妹妹就要起身离开。不好意思，我们不参加晚会了。但由于药效还没过，腿非常软，半天都没站起身。贺强看出两姐妹眼底的恐惧，浑声安抚道：“两位小学妹，别怕，我们又不是坏人。本少是这家夜场的少林家，也是魔都大学的学生，你们可以喊我贺强或者学长。学长，我们还有事情，就先回学校了。哎，别急啊，难道你们不想像这个马学姐一样，一个月挣个10万块钱，不仅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还能顺带孝敬父母？不了，我们俩笨，做不来。学长，您另请高明吧。这个条件虽然很诱人，但我又不是傻子，自己一个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有什么能力一个月挣10万？更何况还是在这种地方，能挣10万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工作。把我那瓶科技拿来，老子今天也来验验货。另外，在旁边给我把视频拍清晰，他俩以后要是不听话，就把视频发网上去。贺少，这对双胞胎不是留给大客户的。大客户再大也只能玩本少的事情，还不快去？好的，马上就去。我告诉你俩，来了这就不要再硬两人并没有大喊大叫，怕受到对方更加严重的伤害。见二女如此冷静，贺强很是纳闷，这俩丫头怎么连喊都不喊两声，真没意思。你们不给出点反应，让本少这个施暴者没面子，看来只能借助一点外力。姐姐，我害怕，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啊？怕就对了，怕就要大声喊出来。一到关键时刻，就有人坏老的好事，开门看看是谁，没重要的事就拖进来打一顿。负责驻守门口的保镖连忙打开大门，只见两个青年站在门口。你们是谁？亲爱的爸爸，什么玩意敢跑来恶作剧？来，你俩进来。闻言，你和陈泽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包间。门口保镖关上门，掏出棍棒，恶狠狠地看向你。你小子不是挺爱口嗨吗？看我今天不打烂你的嘴！不愧是贺少，手下的保镖都这样牛逼，居然要打烂本少的嘴。傻狗贺强，滚出来！今天你保镖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明天我就让人在你的地盘上火拼啊！这个家伙怎么来了？林少来了，这回我们能出去了。你是无人敢惹的京城大少，可服侍过你的双胞胎姐妹，如今却成为了一件拍卖品，即将被送往顶级富人区。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你曾放过的黑道太子。此时，双胞胎被扔在沙发上。林少来了，这回我们能出去了。贺少还挺会享受的，竟然有双胞胎伺候。林少来我这寒酸地方，应该不是为了这些小事吧？贺少的生活还真是奢华呀，只可惜这么大的包间，居然连我们坐的地都没有。林少来里边坐。这俩双胞胎不错呀，我要坐镇。双胞胎向你投来了哀求的目光。虽然你的背景不凡，但眼下是贺强的地盘，他俩也不敢直接大喊。林少，我敬重你。白若雪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今天你又要来砸我的场子，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呢？什么意思？你自己看。小粉、小狼，我来救你们了。林少爷，太好了，您还认识我们？你还真跟人家认识啊？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有人诬陷我。姓林的，你怎么搂着我的双胞胎啊？你是不是以为本少真没脾气？你以为就你有人吗？说完，包间大门被打开，10余名壮汉直接涌了进来。居然有人偷听，这到底是谁的地盘？你俩这是搞什么？懂不懂什么叫和气生财？哈哈，老林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怕这里有脏东西，打不过就饶人了。都先退下。林北，我再说一句，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我知道。那你还抢我的人？莫非你是诚心和我作对？贺少，科技用完了，我去买了瓶神油。哈哈哈，笑死老子了！姓贺的咱不行，连人抢秦不行，人受罪，下面也跟着受罪。看这家伙挺嚣张的样子，搞了半天居然是个弱鸡啊！这踏马都虚成啥样了？兄弟们小心点，别一会儿把贺少吓死在这儿！都给老子闭嘴！狗东西，敢造谣！本少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说吧，这次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能谈就赶快谈，谈不了直接打就完事了。这俩妹子是我的故人，所以我要带走。你怎么不说天下所有女人都和你有关系？你说白若雪是你朋友，我认了。今天这双胞胎又成你故人了，都是混二代，你天天就拿这些借口糊弄我。我需要给你借口吗？我这是陈述事实。就算我今天二话不说要带他俩走，还能拦得住？想清楚你是什么东西，再和本少说话。我是什么东西对吧？林北，你看着老子今天和你死磕到底，你饶人吧。林少，对不起，你把小兰带走吧，我留下来平息他的怒火。你俩别瞎想，我本来就是来找事的，现在只不过顺路把你俩带回去。我们今天就是来砸场子的，别怕。说的没错，本少今天就是来砸场子。我那辆法拉利拉法市值3000万。贺少，你是打算现金支付还是转账？你刚才不是说知道这件事不是我做的吗？是吗？但我现在又觉得是你做的吗？证据确凿，还是你的好大哥张伟帮我搜集来的呢？怎么可能？张少和我情同手足，怎么可能冤枉我？一定是你威胁张少。然后呢？呵呵，既然你如此不讲道理，那咱就鱼死网破。别忘了，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做掉你这个帝都大少爷，我可一点都不亏。所有人都给老子上！陈泽也丝毫不怂，
直接挥手示意，身后保镖一拥而上。这时，一个保镖跑到你面前，林少，楼下来了好多小混混。老林怎么说？你把手摸向腰间，掏出1本的格洛克，随后上膛。违和的上膛声在包间中响起。有人好奇，用余光扫了眼这边，下一秒脸色大变。我的妈！真理，林北有真理！几乎没有犹豫和瞄准，你直接对着贺强的方向开了一枪。随后，一名壮汉满脸狰狞的捂着腿应声打。听到枪声，所有人的身体都一哆，随后条件反射般迅速俯下身体，四处寻找掩护体。贺强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你身上，在看见你掏出那把真理后，他再也绷不住自己的面部表情。这特么还随身携带真理？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这扯个屁的鱼死网破！早说你有枪，我老老实实抱头蹲下不就完事了吗？双胞胎姐妹也没见到过这种大场面，2张小脸吓得煞白。贺强，你还记得吗？我给过你1次机会。你慢悠悠地绕过人群，直至走到贺强面前，才停下脚步。贺强咽了咽口水，汗珠顺着额头止不住的往外冒。慌的一批这个词已经不足以用来形容他此刻的心情。林少，是我小看你了，这钱我赔给你。看着原本还一脸凶相的贺强，居然这么快就服软了，你轻蔑一笑，就这也配叫黑道太子爷？你取出1枚弹药，随后拿到对方面前晃了晃。现在是5000万，明天如果这笔钱没有打到我卡上，那这枚弹药就会打进你的脑袋。听懂了吗？贺强虽然舍不得钱，但更舍不得你，于是紧忙不停的点头。听懂了，听懂了。你沉吟一声，然后将目光看向双胞胎，语气漫不经心道：“你们把双胞胎绑来，准备干什么？”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玛丽突然反手跑到你面前，大声控诉道：“林少，我知道是贺强，他准备把双胞胎姐妹送给一个大客户，而且那个大客户很变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贺强气急败坏的怒斥出声，你懒得继续欣赏狗咬狗，于是直接向双胞胎发出询问，他说的是真的吗？小粉和小兰对视了一眼，然后坚定点头。是的，林少。你比了个 OK 的手势，然后举起真理，对着贺强的大腿根就是一枪。随着枪响，贺强只感觉大腿上被什么重物狠狠砸了一下，一声哀嚎后，整个人重重倒地。周围保镖见状，连忙上前搀扶，快叫救护车！玛丽站在不远处冷眼旁观，心中不停冷笑，呵呵，老娘可算报仇了。不料下一秒，你转动枪口，对着玛丽胳膊扣动扳机，惨叫声响起。玛丽捂着胳膊，不可思议地看着你俩半斤八两，就这样吧，下次不要让我再遇到你。你面无表情的冷声开口，然后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下一秒，一众保镖们就冲了进来。你随意指了指面前这一帮子，收拾残局吧。另外联系一下警方，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明明是权势滔天的财阀继承人，却在上任分公司的第1天就遭到了管理层联合排挤。现在你决定不装了，当天就从总部调派新的管理层，还不惜投资2000万，将一场普通的校园联谊晚会办成明星选秀大赛。解救完小兰小粉后，你贴心的把双胞胎姐妹安排在了后排，自己则是坐到了副驾驶室。这时后排冷不丁的传出一档声音：“林少爷，我身体不舒服，可以停下车吗？”好，保镖停一下车。很快，双胞胎提着一个黑色袋子来。见状，你表情一僵。作为一个暖男，曾经你也没少给柳如烟跑腿买卫生用品，所以黑色袋子里的东西你几乎不用猜就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林少爷，我们没事。我看你俩人生地不熟的，怕你们走丢了。你们应该是在找洗手间吧？那边好像有人，我带你们去。小粉羞红了脸蛋。等小兰和小粉放好护垫出来时，发现你的车还没走。是林少，少爷还没走。你这小丫头是不是喜欢上人家林少了？我可告诉你了，咱们属于门不当户不对，不要白日做梦哦，不然以后有你哭的。听到这话，小兰嘴巴一脸委屈。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什么梦？你们困了吗？”没有，我们好了。快上车吧，一会儿就到了。到了宿舍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有军训呢。好的，林少爷，好好啊。真的吗？那下次有机会给我免费按摩一次。小兰和小粉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现在小姑娘这么好骗，2杯奶茶就能忽悠我回到车上。出于好心提醒一下，你俩这么好骗，你们父母知道吗？知道被骗到天上人间的后果是什么？一开始我们以为他们要带我们去报名联谊晚会，结果上车后学姐给了我们2瓶水，我和妹妹口渴喝了1小口之后就犯困睡着了，然后醒来就在包间。你俩为啥要参加那个联谊晚会？因为参加联谊晚会有奖金。你们很缺钱吗？听到这话，双胞胎姐妹的脸上闪过一抹窘迫，因为她们是真的很缺钱。童年的一场车祸带走了他们的父亲，让母亲落下了终身的腿部残疾，也让他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顷刻间变得支离破碎。后来他们才知道凶手是当地的恶霸，因为他们家没钱又没势，母亲只能拄着拐杖四处求人说情，只为给他们家讨回一个公道。可惜现实是残酷的，时至今日，凶手依旧逍遥法外。虽然姐妹俩从高中开始就到处打暑假工，但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在这个悲惨家庭面前仍然是个铁腕数字。每个月母亲治腿的费用他们都负担不起，更何况读书呢？后来还是遇到了你，才让他们拥有了进入大学校园的机会。支撑着他们的性命只有2个：帮父亲讨回公道，把母亲腿治好。但这每一个都要大笔金钱来支撑。
看着早已哭成泪人的姐妹，你好像明白了什么，扭过头静静看向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很快，车子驶入魔都大学。林少爷，真的很谢谢你。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报答你，但如果哪天您需要帮助，可以随意吩咐我们。哈哈，女孩子家家的，本少还需要你们俩小丫头赴汤蹈火，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会更好。谢谢你。将两人送进宿舍楼，你也就回宿舍。陈泽正坐在电脑前，不知道在看些什么。不过通过屏幕折射出的闪烁光芒，以及陈泽脸上那意味深长的表情，你已经拍出来了个大胆。在你惊恐的目光下，陈泽刚想拿卫生纸，你咳嗽了2下。陈泽诧异的回过头，原来是老林，你回来了呀！没想到你小子长得挺美，心里挺狂啊！瞎说啥呢，哥们，我在听小姐姐唱歌呢。你小子别勉强自己，就你丫的那品味，欣赏视觉艺术都很勉强，现在还扯上听觉艺术。老林，请不要质疑兄弟的艺术细胞，这个小姐姐唱的真的很好听，不信你听听。电脑里传出来的声音十分动听。10分钟后，简青田关闭了直播。住宿舍之后，他就很少开播了，因为要考虑到室友们的休息。不过好在他的歌声好听，几个室友也挺乐意听这场宿舍演唱会。青田，我真的好羡慕你的声线，我感觉你以后肯定会出道，成为大歌星。对了，听说军训结束后有个联谊晚会，青田你要不要去参加呀？联谊晚会吗？突然手机出现一条微信，正是林北发来的，询问签约林氏时代的感觉如何。简青田面对恩人不敢马虎，急忙打字回复道：谢谢林少的帮助，签约很顺利，公司福利很好，我会继续努力的。发送完私信，简青田目光一刻不敢离开屏幕。虽然二人同在一所学校，但面对这位神秘莫测的人士，他也只敢限于隔着屏幕和对方交流。至于现实中主动打招呼，他还不敢。这种感觉很奇特，就像网恋奔现一样，害怕对方对自己产生不好的看法。过了5分钟，你那边发来的消息，此时你既期待又紧张。那就好，现在是在魔都吧？魔都大学最近要举办一个联谊晚会，你有空的话可以来参加一下。本少投资了不少钱，可以帮你打下名气。简青田还不知自己在你眼里犹如一棵茁壮成长的摇钱树，所以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第二天一早，克强的赔偿款就按时打到了你的卡上。玛丽和尤娜2人也喜提了8年的评论季报餐，而贺强因为赔偿款的多，再加上对方父亲后来亲自给他道歉，这才争取到了1年的缓刑。突然，你接到了福伯打来的电话，内容很简单：家族黑客近期发现肇事司机妻子的账户上出现了一笔流动异常资金。至于为什么说异常，因为这笔资金的来源是张伟的债务。好，我知道了，张伟，你的债务让贺强替你还了，现在我可不欠你人情了。陈泽察觉到你的异样，紧忙来询问：老林，是不是遇到啥烦心事了？真有点穷啊，我最近准备买辆车，还差点钱，你要不要借我点？哟，咱林大少还有借钱的一天，不容易啊！成为林家太子爷的债主，听起来就很有面子。这样吧，你还差多少万？给兄弟说个数，立马给你安排。你明明是权势滔天的财阀继承人，却在上任分公司的第一天就遭到了管理层的联合排挤。现在你决定不装了，当天就从总部调派新的管理层，还不惜投资2000万，将一场普通的校园联谊晚会办成明星选秀大赛。陈泽察觉到你的异样，紧忙来询问：老林，是不是遇到啥烦心事了？真有点穷啊，我最近准备买辆车，还差点钱，你要不要借我点？哟，咱林大少还有借钱的一天，不容易啊！成为林家太子爷的债主，听起来就很有面子。这样吧，你还差多少万？给兄弟说个数，立马给你安排。真的吗？说吧，直接给我个数。那我想买辆，就是我外公的那辆银妹，知道吧？也就10几个亿，我现在还差10亿，你看看是现金还是……等等，多少？10亿？大哥，你吹牛逼能不能别喊上我？我他妈用矿山支付可以吧？逗你的，这是我的黑卡，让你保镖帮我取点钱出来，已经预约好了，下午给我提到操场上去。取多少？2000万，2000万现金给我堆操场上。2000万现金，这是在操场上摆闲山呢。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林氏时代的老总，大投资大制作才能得到大回报，明白吗？我懂了，老林，你这是要带兄弟我赚大钱？保镖，快去多喊点兄弟，拿这张黑卡取2000万现金，这张金色的取1000万现金，下午给我提来，堆操场上去啊！陈少，您的意思是还不快去？而此时操场上，张伟正与校长谈论着晚会戏曲。方校长，到时候我们可能要用学校的官方号来进行全程直播。可以，毕竟我们校方也是主办方之一，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应该的。好，多谢方校长。就在这时，你和陈泽带着保镖来到操场，张伟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大股东林少和陈少爷来了，大家热烈欢迎。整这死出，自己是来办正事的，这还搞个欢迎仪式，是要尬死谁啊？林同学，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布置会场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注意的？给我立个大屏幕，上面给我吊满聚光灯，还有操场后面该放音响放音响。那什么演唱会知道吧？知道，就按那个标准办，该花钱的地方不要少，还有放什么伴奏啥的，给我请专业演奏团队来。不是说办个联谊晚会吗？你们这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一个小小的校园联谊晚会，犯得着这么认真吗？居然想着按照演唱会的标准开，要知道举办一场演唱会，光准备那些设备就是一笔非常庞
庞大的数字，更别提还有人员伴奏，一大堆的杂七杂八。林同学，我们不是开联谊晚会吗？这种配置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对啊，按我校的实力，办一场普通的校园联谊晚会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按演唱会的级别，恐怕向上级汇报，领导们也不会同意啊。张少，你没和校方说吗？这次活动我和陈泽带资参加啊。你之前说投资2000万的事是真的呀？玩的这么真实吗？钱的事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另外，晚会服装服饰也要精挑细选，明白吗？对了，林同学，你看我现在手上也有点余钱，既然我们篮球社也是主办方，不出点钱也说过不去，不如咱俩对半出资，就不劳烦张少破费。这点小钱我们还是花得起的。你吩咐保镖将一摞摞崭新的100元大钞堆在操场上，淡淡开口：“这里有3000万，我想应该够了。”张伟，钱已经给到位了，剩下的就看各位的。今天林凡的态度怎么这么冷漠？简直是和往日判若两人。难道是？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当晚校园论坛里就炸开了锅。克强看到后十分生气，他还没有抓住陷害自己的那个孔，现在千万不能冲动。平复完心情之后，克强询问管家：“怎么样？有线索了没有？”“有是有了，就是……但说无妨，我只要名字。”根据我们这么久以来的调查，所有的蛛丝马迹都在指向一个人，那就是市委家的张公子。张少，怎么可能啊？他可是我的手足兄弟，挚爱亲朋啊！此时的会议室内，原先魔斗娱乐的高层领导相聚于此，只为一件事，那就是迎接他们的新老板。一会儿新老板就要来了，先祈祷下他不会开除我们的。你放心好了，咱这里只是分来一个天高皇帝远的新总裁，估计也只是走个过场。我们带着魔都娱乐一步步走到今天，人脉和关系可不是他一个空降总裁能比的，就连陆管都要给我们几分薄面呐。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刘伟这一边，这也让刘伟心中不免有些小膨胀。正在刘伟侃侃而谈的时候，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打开，2道年轻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你走进大门，饶有兴趣地发问道：“你就是刘经理吧？你刚才的肺腑之言，我在门外听见了，想得挺不错呀。秘书们，给副总裁陈泽搬个椅子上来。好了，今天是咱们第一次见面，魔斗娱乐已经成了过去式。各位既然是在为林氏工作，那我就说一下林氏的规矩：少说话，多做事。第二，服从我的安排，就这2条，你们记住了吗？”林总，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可以说是初入职场。假如你的决策出现失误，那到时候给公司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那这些责任该由谁来担当？毕竟就算你的外公，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决策会完全正确。会议室内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谁都想不到这位张总经理居然敢在你刚说完规矩就直接开怼，而且这话语间完全是逼你承认自己能力不行。这个刘伟来者不善，不仅旁敲侧击的讽刺我的能力不行，还把老爷子也给说了一遍，最后责任还怪到我头上，这样他们底下做事就可以肆无忌惮。算盘打得真好。刘经理说的很有道理，我承认自己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但这责任我担不担很重要吗？莫非刘经理是太害怕我做错决策后会把事情推给你？我们只是给林氏打工的，比不上林少身份尊贵，上头刁难下来，我们也不好做呀。刘经理真幽默，林氏时代都是我，未来林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也是我。请问上头谁会来问你？是我母亲，亦或者是我外公呢？在林氏集团，我的规矩就是集团规矩，我不会因为自己的决策怪罪你，除非你们办事不力，不要高估你自己。